捞人的大叔抹了一把脸上的水，伸出手摸了摸沈天金的脖子，然后又使劲儿地掐了掐他的人中，好一会儿才面色泛白地说道：“人没气了，没救了。”六儿，你哥出啥事儿了？沈大呀，你家天津是到河里救人去了，结果自己没上来，我刚就在这旁边洗衣裳，瞧见了。沈大抱着大儿子的尸身，老泪纵横，悲痛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他家天津今年才21啊，竟然就这么去了。沈大，还是赶紧收拾收拾吧，让你家天津早点入土为安才是啊。沈大，我这儿有些铜板，你拿了去，给天津拾掇，找个好时辰下葬了吧。人群里忽然传出一道尖锐的声音：“丧门神，扫把星！”众人循声看去，竟是村上的神婆。人都去了，说这些做什么？那神婆手中的拐杖一指：“他是丧门神转世，扫把星投胎。”众人的目光顺着拐杖看去，指的竟然是沈柳柳。老神婆，你瞎说什么？丧门神扫把星不除，你家还是要闹人命的。人家家里才刚刚出事，你怎么好跑过来胡说？我是要救你们的命，你们仔细想想，他们老沈家自从有了这个六丫头，就没发生过一件好事儿。原先他们家里也还过得去，可现在呢，吃得了这一顿，还不知道有没有下一顿。他们家里也还过得去，可现在呢，吃得了这一顿，还不知道有没有下一顿。我们家吃得上吃不上，也轮不到你来说道。神婆的小眼睛紧紧地盯着沈柳柳。你敢说不是你害死你大哥的？要不是你带你大哥来这边，你大哥会死。该死的是你，不是你大哥。是我说想来河边，大哥才会过来的。可是我不知道，不知道大哥会死。这么说，还真是沈六丫头把他哥给害了。那神婆说的对啊，你想啊，他上面那几个哥哥接连出事儿，不是傻的就是病的，还有一个上战场，阿成是没命了。他们家本就天津一个能干活，现在也死了。神婆见乡亲们有了几分动摇，神情夸张地说：“扫把星不除掉，不光是他们家会遭殃，咱们村子也好过不了啊。”这神婆说话一时准一时不准，到底能不能信啊？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神婆的，那你倒是说说，应该怎么办啊？啊，沈大，你要是还想救你们家剩下的人，想咱们村子好，就给我些银钱，让我祭奠河神，再把这个扫把星供上去，这事儿才算完。胡说八道，我一个字也不信你的。只要是我死了，我哥就能活过来吗？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是我死了，我哥就能活过来吗？你哥活不活我不知道，可你不死，你剩下的哥哥都要死。沈柳柳咬了咬嘴唇，他不想大哥死，更不想剩下的哥哥们死。如果他死了，真的能救了哥哥们，那他……沈柳柳咬了咬牙，转身就往河边跑去。小短腿还没跑出去几步，他就被人拦腰抱起来了。柳柳，你还想让我再死一次不成？沈天金早就恢复意识了，只是一直不能动弹，被动的躺在地上接受脑海里翻涌的记忆。上一刻他还是人人都想巴结的商界天才，现在就成了个一贫如洗的农家子。周围的动静他听到了大概，只是没想到一睁开眼就看到一个小团子要往河里跑。那团子肉嘟嘟的脸蛋，扑闪的大眼睛，都像极了他早逝的妹妹。那是农家子沈天金的妹妹，现在也是他的妹妹。大哥，你没死，柳柳知道你不会死的，他们都是骗柳柳的。大哥不会死的，大哥说过会保护你一辈子。我们拉过钩的，你忘了吗？我刚刚明明试过他的鼻息啊，确实是死了呀，怎么这一下又活过来了？你又不是郎中，看错了也说不准了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人没死啊，就是好事。那倒是。沈大看到儿子又活了，心中高兴的不得了。他抹了抹脸上的泪，走上前去给了沈天金一下。你小子真把我给吓死了！你小子真把我给吓死了！爹，我没事，让你担心了。大哥暖和了，不是冰凉凉的了。沈天金衣裳还没干，冷一直往身体里钻，他赶忙将小团子放回地上。六六乖，大哥身上冷，
当心凉气过给你。原本是皆大欢喜的事情，可神婆尖锐的声音又响了起来。不是活人，不是死人，是活死人！咱村要出大事情了，你们还笑得出来？我原想着你谋些财就罢了，现在竟想害人命。从我们早上上山到来到这河边，你就一路跟着我们兄妹。河边救人的时候不见你过来，现在倒是冒头了。你想干嘛？死人还魂可是大忌讳，你本该死，却从阎王手中跑了回来。如此一来，阎王定要拉其他人下去，你这是害了村子呀！好，方才开口是河神，现在闭口又是阎王了。你跟他们二位一定很熟悉吧？那是自然，神婆子我不光通鬼也通神。我劝你们还是赶紧给我些银钱，不然这两位大神必要找你们的麻烦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好办了。沈天金挤步上前，拽上神婆就往河边走。你既然跟河神交好，不如替乡亲们下去问问，看看到底献上个什么祭品，他老人家才能满意，给他送去个老朋友，他开心不开心？你快放开我，你这是要杀人呐！你方才不是说我这个阴魂回了阳间，就得再送一条人命去地府？你先去跟河神叙叙旧，说他不留你，你也刚好去找阎王谈谈心，把鬼差丢的人命补齐了，咱们村的人都会念着你的好，村的人都会念着你的好，你就放心的去吧。说完，他手上用力，做事要将神婆推到河里去。神婆顿时慌了手脚，连忙扒上沈天金的腿。那是我老婆子瞎说的，我不认识河神，也不认识什么阎王，沈家大哥饶了我老婆子吧。这老婆子上次还骗了王家娘子1两银子呢。老东西整日就想着坑蒙拐骗，真不如把他给扔下去。送他见河神。乡亲们也都赞同，那你就下去走一趟吧。大哥，沈柳柳见大家都望过来，不由得缩了一下。柳柳饿了，想回家吃饭饭。大哥，我们回家了好不好？沈天金担心推搡之间伤了他，抬手就把神婆扔在地上。他对上神婆惊恐的眼神，缓声道：记着，你这条命是我妹妹给你捡回来的。他原本就只是想给神婆一个教训，没有丧心病狂到要杀人。沈天金回身，面上的阴鸷瞬间消失，他牵起住小团子的手，温声道：大哥带六六回家吃饭去。六六累不累？等大哥身上干了，就抱你走。大哥，柳柳一点都不累，还能走好远。六六刚才被那老婆子吓到了吗？柳柳不怕疼，柳柳只是害怕大哥躺在那里一动不动。沈天金的脚步顿了一下，他蹲下身子，将小团子揽在怀里。不止小团子害怕，他也害怕。要是他醒得再晚些，就要承受一次失去妹妹的痛苦。那种回天乏术的绝望，他是不想再体验了。点个订阅吧。搂了搂怀里的小团子，沈天金不禁皱起眉。六六也太瘦了。走，哥带你回家吃肉去。大哥，今天真的有肉吃吗？肉不是想吃。话说到一半，沈天金才想起来，他已经不是亿万身家的沈天金了。现在家徒四壁不说，还得看天吃饭。先回家再说吧。好，家里有什么，柳柳就吃什么。他们的家不过就是个勉强能遮风挡雨的茅草房子，还没走到门口，两人就看到母亲陈氏在门口张望，眼睛还有些红肿。两人就看到母亲陈氏在门口张望，眼睛还有些红肿。没事就好，我瞧瞧，这身上都湿透了，赶紧回屋换身干净衣裳吧。沈天金去换衣服，陈氏拉着沈柳柳回到屋里，问道：六儿，你哥咋溺水了呢？娘，哥可厉害了，他救了个人呢。是吗？那感情好，救上来的人也没事儿吧？已经让他们家里的带回去了。不过大哥被叔伯们救起来以后，一直躺着一动不动，那神婆还说什么河神祭品的。沈天金正好换好衣服从里屋出来，看到陈氏担忧的神色，便道：六六，别吓唬娘了，那神婆子说的话一个字都不能信，她想讹钱，
还想欺负柳柳，我就给了他一个小小的教训，看他以后还敢不敢乱说话。天津呐，日后还是少与村里的人有口角，尤其是那神婆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日后还是少与村里的人有口角，尤其是那神婆。若她在外的湖州，说不得会毁了你多少好机缘。咱们日子本就过得紧，要是村里人还在背后嚼舌根，那你什么时候才讨得上媳妇儿啊？儿子今年21了，身强力壮，模样长得也俊朗，可就因为家里穷，添不了新房也给不起聘礼，才耽误到了这个时候。他这个当娘的，每每提到这事情，心里就拧劲儿的难受。沈天津垂眼低着头，手上抚着沈柳柳干枯发黄的头发，看上去像是在听陈氏说话，实际上心思都在沈柳柳身上。柳柳长期营养不良，身子骨发育不好，得想办法给她补补身子才行。陈氏以为沈天津听进了他的话，交代完便去厨房准备午饭。家里吃的不多，没多久便弄好了。正中间坐着的是沈老太太，不过50多的年纪，头发就白了一多半，黑瘦黑瘦的。沈大坐在沈老太太右边，见左边没人坐，就问道：老二和老三今天不回来吃了？老三今天进山了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。早上走的时候啊，就说了不用等他。老二进了县城，这几天也回不来。沈大看了一圈，发现还少了2个。天水咋没来吃饭呢？摆好了碗筷的沈二媳妇齐时开口道：天水老毛病又犯了，三弟妹在屋里照顾他呢。大哥，你累了一天了，早点吃饭吧。老大，天津溺水的事儿不说说吗？娘，没啥事儿，就是咱天津救了个人，后来不就回来了？回来了，不是差点就回不来了吗？点个订阅吧。回来了，不是差点就回不来了吗？天津，你是你们这一辈的老大，地下几个弟弟都还指着你呢。沈天津迎上他的目光，笑着说道：奶奶，以后我离河边远着点，爹都忙活了一天了，也饿了，先吃饭吧。沈天津扫了一眼桌上，只有一盆没有水的野菜和一盆热气腾腾的窝窝头。前些日子为了给天水抓药看病，家里把最后的2只母鸡也给卖了，这会儿也只能吃些山上挖采得到的东西。他皱着眉头看向一旁的小团子，沈柳柳倒是吃得高兴。娘，看我猎回来啥了？风风火火进门的是沈家的老三，人称沈三。三弟今日好收获呀，好几只野鸡呢。这还有3只活兔子呢，前几日下的陷阱，没想到今天这么走运。一边说着，他一边坐到了沈老太太身边。娘，我咋瞅着你不太高兴啊？沈三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，不问还好，一问沈老太太更是憋了一肚子的话，全都倒了出来。从数落沈天津不顾生命危险救人，到他教训那总是乱说话的神婆，最后又说他对娶媳妇的事情不上心。听完沈老太太的话，沈三饭也吃得差不多了，他看向沈天津：行了，天津，救了人了，不是三叔说你也老大不小了，还成天让你奶操心。我瞧着你也吃得差不多了，赶紧劈点柴去。还有啊，明天我还要上山碰碰运气，这些猎回来的东西啊，你帮我在这集市上卖了吧。沈天津知道三叔这是帮他，顺势应了一声。见一旁的小团子也吃饱喝足了，就抱着沈柳柳下了桌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哎，怎么就走了？见沈天津多出去了，沈老太太只好把剩下的话憋回去。好一会儿后，她深深叹一口气，忧愁道：今年的税也涨，眼瞅着就要冬天了，地里的收成还不知道够不够吃。明天一早让天津去市场把东西卖掉，换了钱再说。这么多年冬天咱们都熬过来了。出了堂屋，沈天津就在自家院子里面转了一圈。家徒四壁，就算他有赚钱的法子，可到底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全家上下连点能拿出去卖的东西都没有，换不来本金。
沈天金兀自望着远处出了会神，忽地想起原主这么些来也攒下了一些钱，他嘴角露出一丝笑意。天无绝人之路，那点钱虽买不了什么东西，但他多少也能做点事。还不到他腰的小团子仰头看着他，觉得大哥落水之后比从前爱笑了。大哥，你笑起来可真好看，一定不愁找娘子。找娘子哪有让六六吃肉肉重要啊？明天大哥就给六六买好吃的。第二天一清早，沈天金就去找了三叔。为了安抚老太太，我昨天顺嘴说了，今天你不去集市也不好，集市不好赶，你把东西卖了就成。三叔，你放心吧，卖货的事情交给我，你该上山就上山去。那行，这个野鸡能卖上个60文，兔子嘛7、80文就不错了。咱们是小散户，也卖不上什么好价钱。市场上要是有人讲价，你便宜些卖也没事。我已经给村头东张叔说好了，你就搭他的牛车去赶集，这会儿过去刚好。大哥，柳柳也想去集市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大哥，柳柳也想去集市。柳柳去过集市没呢？柳柳会很乖，不乱走，紧跟着大哥。县城几天开一次集市，陇山沟村离县城太远，村里人月余才会坐牛车走上一遭，去的人也少。柳柳也说过想去集市看看，可爹娘每次都说他太小了，从没有松口让他去。见大哥一直不说话，还以为大哥也为难，他往后退了退，咧开嘴角笑着说：还是算了，大哥还得去卖货呢，柳柳去了，大哥还得分神照顾我。既然六六想去，那大哥就带六六去。真的？大哥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走。小伙子到底是身子骨硬，昨日溺水了，今天还起这么早去赶集。昨天谢谢张叔，也不能见死不救啊。再说了，你这不也是下去救人吗？说起来，昨天你是救了谁呀？我昨天也没细看，现代人活着就光紧张你了，回过神来的时候人也不见了。我也不清楚。沈天金只记得那是个少年人，好像不是村里的。柳柳也去市集啊，那人可多了，你可不能乱跑啊。我会紧紧拉着大哥的手。张叔，怎么就我们2个呀？嘿嘿，这会儿正是农忙的时候，家家户户都没空闲去赶集。再说了，咱们村呢离集市远，赶集的本来就少。你这一牛车的货啊，我就是帮大伙呀拿到集市上卖一卖，赚点辛苦钱。不过我再干上几趟就不干了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好端端的怎么就不干了？这活计不好干呢，钱赚的少不说，还有许多麻烦。算了，不说了。今年买的地下来了，往后我也就忙田里那点活了。日后没有牛车，咱们村往来县城不方便吧？这就是村长操心的事儿了。当初把这个活计给我的时候，我还想着是个好活，又能去县里逛逛，还能赚点银子。可没成想啊，好日子没过上1年，直通县城的路给封了。现在得绕这么大一个弯子才能到，半天赶过去，再半天赶回来，这不是耽误功夫吗？陈叔，你是说这路不是原来就这么远的？你不经常去县里，不知道也是自然的。那都是几年前的事情了，下大雨把山上的大石头给冲下来不少，这不往县城去的路就给堵上了。堵住了再疏通开就成了，怎么还要绕弯子呢？一开始咱可不就是这么想的，但是村长特意带了懂的人过去看，说是地形复杂，要是搬动了那几块石头，说不定还要引来水灾，最后也就这么放弃了。搬动几块原本不属于那里的石头就会带来水灾，沈天金是不信的。请的谁啊？是咱们村谢家专门请的人，那肯定是不会错的。说起来，也就是那时候起，李正搬到了咱们村子，村长倒是搬走了，后来李正拍了板，往后都走这条路了。大哥，隔壁的虎妞他们都说集市上可多好玩的了。可不是吗？那里有卖糖人的，还有卖贴花的，可多好玩的了。只是咱们这牛车脚程太慢，
等过去的时候，集市差不多都散了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沈天金几人到达集市的时候，差不多已经晌午，只能赶个晚集。这好漂亮，是什么啊？是绢花，可以绑在头上，喜欢吗？大哥，我只是问问，我不要。哎呦，这是谁家的小娃娃呀？长得太可爱了。婶子，你的花花可真好看。好看吗？买2个回去戴戴呀。你这么好看的小娃娃，戴上了更好看。婶子，我就看看，不买。花花这么大，压在我头上，我就长不高了。柳柳明明很喜欢那些绢花，这么说就是想省钱。他这样懂事，弄得沈天金心里不是个滋味。六六喜欢哪个？挑一个就是了。大哥，娘说了，不准乱花钱，你的钱还要留着娶娘子。要是被奶奶看到了，我就不能跟你出来玩了。有大哥在，不会让奶说你的。这事儿你听我的。婶子第一次见你这么懂事的小娃娃。婶子这里有一条红发绳，给大姑娘绑头发有些短了，刚好给你这个小娃娃绑头发，送给你好不好啊？说完就拿出了条颜色鲜艳的红发绳。沈柳柳年纪小，藏不住心思，满脸的欣喜，但她手伸到一半又缩回来了，然后皱着小脸说道：娘说过不能随便要别人的东西。你就说是婶子觉得你投缘，送给你的，这样你娘就不会说什么了。沈柳柳还是没接，犹豫地看向大哥。沈天金笑着对他点了点头，他这才高高兴兴地将发绳宝贝一样的揣在了怀里。多谢婶子了。哎呀，1文钱都要不上的东西。再说我今儿也收拾东西要走了，就当是个缘分了。婶子，下次我再来的时候给你带果子，我摘到的野果子都是最大最甜的。这么好看，行，点个订给你带阅吧。果子，我摘到的野果子都是最大最甜的。行。告别了卖绢花的婶子，一路上小团子看得眼花缭乱。累了吧？这都过晌午了，咱们先去吃点东西。大哥，我们要去吃什么呀？咱们先过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。好诶，吃好吃的去喽！走到城西的商铺区，酒肆、当铺、粮店应有尽有。沈天金仔细记下这些店铺的位置，察觉柳柳突然停了下来，他低头问：累了吗？大哥，好香啊！哪来的香味啊？大哥，是那边的方向。按照小团子指的方向，沈天金走了好一会儿，一路上都没看到有什么吃食，可是小团子却说：在前面一点，很快就到了。你这小家伙，鼻子倒是1等1的灵，我都没闻到什么香味呢。两人边说边走，一个3层高的楼阁就出现在了眼前。好像是包子的味道。沈天金抬起头看了看，牌匾上写着3个烫金大字飘香楼，确实够香的。飘香楼，阔气的门面，雕梁画柱的楼台，门前还了停了几辆样式考究的马车，想来这就是整个县城最大的酒楼了。大哥，这里一定很贵吧？包子的香味好像不是从这里出来的，我们走吧，大哥，我想去吃香香的包子。六六，你是怎么知道你闻到的不是从这里传来的香味儿？这里也有菜香，可是我还是更喜欢刚才远远闻到的包子香。好像是从那个方向传过来的。肉馅里还加了一些香香的草，肉馅闻起来更鲜了。大哥，这么好看，你闻到了吗？点个肉馅订阅吧。闻起来更鲜了。大哥，你闻到了吗？客官里面，请字还没有说出口，小二就愣住，眼前这2位的打扮，怎么看都不像是来店里吃饭的。哪儿来的臭叫花子？赶紧走远点！我们这儿带点肉味的菜都要1两银子起，一顿少说也吃掉你们乡下人1年的银两，你们吃得起吗？大哥，六六想进去吃饭吗？
还是包子更香。大哥，好像是那边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先去包子，以后等大哥赚到钱了，再带六六来。两个人绕到了飘香楼后面，就看到有2人堵住了路。二掌柜，赶紧差人拿进去吧。怎么都死了？嗨呀，你们要的太着急了。昨日说的，今天就要，我哪里来得及去猎？上次猎的还剩几只，这不赶紧给你拿过来了。这要是让掌柜知道了，恐怕是不行啊。猎户赶紧从怀里掏出2罐钱。咱们都往来这么久了，您也是知道我的，这点小钱您拿去喝茶。下不为例，来人，搬进去。慢着，掌柜的，这是今日要下厨的野味吗？哎，可不是嘛！听说今日楼里要野味，我这就赶忙送过来了。什么时候猎的呀？就今早去猎的。哎，掌柜的，你们忙啊，我就不耽误你们了。站住！这东西我们不收，赶紧还给他。哎，我这货都在这儿了，掌柜的，要不您再挑挑看，我的货也没有那么差吧？不行，今日酒楼要宴请一位贵客，需要的是活着的野味。这东西一旦断了气，肉质就没有那么鲜美了。我断然不能冒这个风险。要是砸了飘香楼的招牌，这后果你担得起吗？掌柜，我这个也是刚刚才断了气的。你昨日要的着急，我就赶忙去猎了这些回来。今早还好好的，是你们要我送过来的时辰晚了一些，这不嘛，就没挺住这一口气。胡说八道！李掌柜，要我说呢，不然咱们还是收了吧。贵客眼看就要到了，咱们这还没有食材下锅呢。这些肉质虽说差一些，可是现在还能去哪里弄新鲜的野味回来？万一贵客怪罪下来，那咱们就真的是吃不了兜着走啊！没有新鲜的野味就是没有新鲜的，不要拿这些阿杂货去骗人。飘香楼绝不做这等砸招牌的事情。新鲜的野味就是没有新鲜的，不要拿这些阿杂货去骗人。飘香楼绝不做这等砸招牌的事情。那我也没办法了，只能掌柜的你到时候亲自跑一趟，给贵客解释清楚了。说完，转身就进了飘香楼的后门。唉，既然大掌柜不收，那我就走了。这东西也不是日日都有的，咱们这附近除了我打来的这些，就只有龙山村最里面的山坳里有野味，离这儿可远了去了。我敢打包票，这县城里您找不到第二个卖野味的，甭说活的了，您就是再找死的都找不到。那李某人也不会做糊弄人的买卖。你带上东西走吧，日后也不要来飘香楼卖货了。他心里想着，除了他之外，飘香楼根本没出去找野味。他有恃无恐，带着2个筐就离开了。人走了之后，李大掌柜这才缓缓叹出一口气，再去打听打听，看看还有没有野味卖。今日南边有集市，万一有从山里过来的人呢？李大掌柜，这集市到晌午都快散了，就算是真有，早就被人买走了，上哪儿也找不到呀。去看看吧，万一呢？大掌柜，我们这儿倒是有几只野味，不知道你看不看得上眼？连忙让身边的店伙计把2个筐子打开，一边看一边不住地说道：好，这才是鲜活的，个头还不小，有了这些便够用了。大掌柜，这些鸡兔是昨日我三叔猎的，他放了几天的陷阱，才等到这几只，又胖又好看。确实很好，这些我们都收下了，你开个价吧。李大掌柜识货，这些野味的价格还是由您先说个数，左右你也不至于苛待我们兄妹。我方才就瞧见你们一直站在一旁，想来也知道我今日急用这野味，你们开价便是了。想来也知道我今日急用这野味，你们开价便是了。掌柜的想买这新鲜野味，我们兄弟想卖手里的野味，咱们交易是平等互利的，我并不想借此漫天要价。咱们飘香楼收野味都是明码标价，兔子1串半钱，野鸡1串钱。你这是3只兔子4只野鸡，一共应该是1两银子。你们这野味鲜活，而且照比一般的要大上许多，多给你们1串半的钱也是应该的。再来就是希望日后你们还能来送货。若是2位午饭还没有用，不如直接在飘香楼用饭吧。多谢2位今日解我燃眉之急，这顿饭就算是我请你们的。六六，你想去吃肉肉吗？大哥，香香的包子。多谢大掌柜美意，幺妹一过来就馋着附近的肉包子了，我先带她去买包子。店前的小二说，我们在这里吃一顿就要花掉我们1年的开销，
大掌柜请我们用饭，花费掉的银两，大掌柜可能不放在心上，可我们却是受不起。是我们的小二怠慢了，还请多多包涵，我一定严加管教。掌柜的言重了，我瞧着小兄弟气度不凡，假以时日，小兄弟一定能够出人头地。还没有问过小兄弟贵姓啊？在下姓沈，名天金，这位是我的幺妹，名柳柳。在下李好义，乃是飘香楼的大掌柜，请二位跟我入内取一下银钱吧。大掌柜，您这是出去了才回？看清李大掌柜身后的沈天金和沈柳柳之后，小二顿时没有了言语。李大掌柜瞥了他一眼，敲打道：小孙，来者皆是客，万万不可怠慢。按照之前所说的，李大掌柜拿了1两银子给沈天金。沈小兄弟，今日多亏你们了，既然你们无意在这里用饭，那我也就不强留了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既然你们无意在这里用饭，那我也就不强留了。只是下次送野味来的日子还要尽早定下。等我回家问过三叔，我再回来与大掌柜详谈。好，如此甚好。掌柜的，贵客到了。今日多有不周，下次沈小兄弟来时，我们再详谈。大掌柜客气了。小孙，替我送送二位。沈公子、沈小姐，往这边请吧。没走2步，就看到一个中年男子身穿一身黑色长衫走了进来，身后还跟随了一个青年。爹，咱们来这穷乡僻壤的破地方，就在这儿吃吗？也太寒酸了吧！少说2句。这2位就是李大掌柜的贵客吗？是呀，这2位可是从天子脚下过来的呢。他们经常过来吗？这是第2次，前几日来过一次。他们不住在这里，据说是住在知县家中呢。你带我们从后门走吧。这怎么行啊？方才的确是我狗眼看人低，沈公子，你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！我对不起2位，给2位道歉了。我自不会心胸如此狭隘，只是幺妹要去吃包子，后门走得近些。这样啊，那孙公子请随我往这边走。大哥，他们家的肉包子好香啊！2位里面请啊，我们家最有名的就是肉包，要来几个呀？你们肉包子有什么馅的？猪肉、羊肉都有，你们喜欢吃哪种？就这个味道最香了。哎呀，你这个小姑娘的鼻子可真灵啊！这是咱们店的招牌，猪肉馅大包子，5文一个，你们俩要3个就够了。老板，给我们拿1笼吧。1笼？我们这是大笼，1笼有12个呢。就要1笼，我们2人吃3个，剩下的我打包带走。我们这个包子呀，这么好看，保证你剩下的我打包带走。好嘞，我们这个包子呀，保证你吃了这回还想下回。大哥，包子好好吃。我在县城干了几10年了，就这个味道，你们绝对找不到第2家。大叔，你家的包子有好多味道，放在一起特别香。小丫头啊，你这个嘴巴不得了，我这做包子的方法可是祖传的，加了10几味调味料，你竟然也吃得出来。小哥，你们要的包子好了，一共是60文。离开了包子铺，沈柳柳神秘兮兮地对沈天金说道：大哥，他包子里用的调味料，咱们后山上有好多呢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吃出来啦，而且在山上我闻过，没想到那些东西还能包进包子里面。我以前采回去，奶奶都说那些是不能吃的野菜。下次再上山，咱们去采摘一些带到县里来，说不定能卖银子呢。真的吗？那下次我是不是还可以跟大哥来县城？那是自然了。太好了，大哥最好了。娘，你做饭了吗？我今日买了包子，晚上一起吃吧。买了包子呀，买了包子。娘，这包子可好吃了。这包子多少钱买的？一共12个，60文。路上我们吃了3个。60文，赶紧先放起来吧，要是让你奶看到了。然而当看到沈天金从筐里掏出来的东西时，他瞬间失声。沈天金不仅买了肉包子，还买了一大块猪肉。沈天金不仅买了肉包子，还买了一大块猪肉。天金回来了，东西卖的怎么样了？天金呢？回来了，这一趟去顺不顺利？这哪来这么多肉啊？是天金在县里买回来的，
咱们家许久没有吃上肉馅儿了，买了几个包子，大家一同吃。这得花多少钱呢？天机，家里不是没有吃的，你咋还买了这些东西？这得花多少银子呀？家中都是干活的人，总不能日日吃野菜，买来的米面也不是日日吃，这些足够我们吃许久了。更何况四弟身体不好，若是只吃那些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好起来。六六还在长身体，更不能老吃没营养的东西。既然你们都不舍得吃三叔打回来的野味，那我就买肉回来，让大家能吃点荤腥。你还能想到你四弟呀？他还等着你拿回来的银钱买药救命呢。我们沈家造了什么孽呀？生病的生病，傻的傻，没音讯的没音讯。没想到这还有个败家子儿，我不想活了。我们勒紧了裤腰带过日子，就想省下些钱来。你倒好，你这逆子，我今天非要打醒你不可。够了，这些东西是我用这些年攒下的积蓄买的，野味卖出去总共得了1两银子，野味卖出去总共得了1两银子，那钱我分文未动。银子该省的我们要省，但不该省的绝不能乱省。难道你们以为吃上几年野菜就能够有银子盖新房子，有银子看病了吗？再这么下去，别说四弟熬不熬得住，就是爹和三叔的身子早晚也要垮。若是他们俩倒了，野菜都吃不上了，到时候你们打算怎么办？唉，儿子，咱们谁都知道吃得好才能干得好，可是咱家不是吃不起吗？且不说你四弟弟的病，过些日子就要收税了，咱们家男丁这么多，要交上去的税银还没有凑齐。还有，你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要讨一房媳妇儿，至少得盖1间茅屋吧？三叔，你今日给我的那些野鸡和兔子，你说最多能卖5贯钱，可我却卖了1两，你可知是为何？你不会是做了什么坑蒙拐骗的事情了吧？三叔，这是大哥凭本事赚的，三叔给的野鸡和野兔子，我们卖了足足1两银子呢。胡说八道！天晴啊，你自己不学好，怎么还带着你妹妹一同撒谎？我从来没听说过这野鸡和兔子能够卖这么多银钱。老三，你说说。我这辈子都没有卖过这么高的钱。天机，说实话。三叔卖不出这个价格，是因为从来没有卖给过酒楼吧？酒楼怎么会收我们这些货呀？我从前也去过，可是想要给他们供货，就要先搭银子进去打点，搭进去的银子不知道要卖多少只鸡兔才能赚回来呢。三叔，飘香楼的大掌柜不仅收了我们的野鸡和野兔，他还说了日后还要给我们收呢。娘，你也跟三叔说呀，六六从来不说谎的。点个订阅吧。你也跟三叔说呀，六六从来不说谎的。你可知道飘香楼是什么地方？据说那里的东西是京都里的人还花重金请了大掌柜，像我们这些散户的东西，一般的酒楼都不收，飘香楼又怎么会收呢？那你也不能这般乱花钱呐！只吃粥和野菜，我们迟早都要倒下去，这点钱不能省。难道是我不想让你们吃好点吗？现在税银没凑齐，你四弟的药也不能断，我们哪里还能有多余的钱买肉啊？奶奶，说来说去不就是缺银子吗？既然我能多赚来500文，自然还能赚回来更多钱。今日这1两银子赚的只是凑巧，你怎么能保证以后也有这般的好运气？且不说飘香楼大掌柜日后也要收咱们家的野味，以后卖野味次次都能多赚钱，就单论我自己，是不是只要我再赚到银子，你就会相信我？你先赚到银子再来跟我说。若是我能在3日内拿回1两银子，那么沈家日后的开销用度都由我一人做主，其他人不得干涉，如何？你可知这不仅仅关乎全家人的吃穿用度。我知道，四弟的药钱、税钱，还有家里的盖新房的银钱，我会一个一个赚回来。我有信心带着全家越过越好。只要你这银子来路干净，我就答应你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银子来路干净，我就答应你。可你若是拿不回来呢？任凭奶奶处置。请问有人吗？沈大去将门打开，看到外头站着2个人，脸很生，不是村里的。你们找谁？想找沈天金沈大公子。
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儿？我是他爹，跟我说就成。原来您就是沈家大爷。前些日子沈大公子救了我们少爷，我们今日特意来登门拜谢。家中简陋，还请进堂屋去说吧。前些日子听天津说起过，他救了个人，只是并不认识是谁。请问你们是哪门哪户的呢？在下是谢府的管家谢一，这位是我们小少爷谢墨之。小少爷平日深居简出，所以村子里的乡亲们并不熟识。谢家在陇山沟村，谢家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可真正见过谢家人的村民却很少。那日在河边不慎落水，多亏了沈家大公子搭救，我家家仆着急将我送回去救治，所以没能同沈公子道谢。我近日在家中养病，耽搁了些许时日，现下好转了，这才专程登门向沈大公子感谢救命之恩。谢公子客气了，那日不论是谁落水，我都不会见死不救，救起谢公子也是凑巧。多谢沈大公子出手相助，小小薄礼，不成敬意。他打开锦绣盒子，里面是5颗饱满的银元宝，这1颗银元宝少说有10两，5颗就是50两。他们还从没见过这么多银子。旁人问起救人之事，我都说并不认识救起来的人是谁，从前如此，往后也是如此。这些银子过于贵重，还请谢公子收回去吧。点个订阅吧。这些银子过于贵重，还请谢公子收回去吧。沈大公子，你因为救我险些溺水，这些银钱是给你调理身子的，并无其他意思，还请沈大公子收下，否则我于心难安。是啊，沈大公子不必多虑，谢家是有恩必报，希望这些银子能够给沈大公子家中一些帮助。沈老太太看得心中着急啊，这送上门的银子，怎么天津还要犹豫？既然是谢家的好意，那我们就收下吧。太太直接上手，沈天机一个迈步挡在了他的面前，从锦盒之中拿了2锭银子，然后迅速地将锦盒盖拢。这些银子便足够了，其余的还请谢管家带回去吧。既然沈大公子不在意身外之物，日后若是有什么能帮到沈大公子的，谢墨之必定全力以赴。谢公子，倒是不必日后，今日就有一件事情想劳烦谢公子帮忙。沈大公子请说。我家幺妹刚好到了蒙学的年纪，我想让她去学堂读书。天津呢，柳柳毕竟是一个姑娘家，而且咱们村里根本没有学堂，你这不是为难人家谢公子吗？好，少爷，你们公子的好意啊，我们心领了。去县里读书太难了，更何况我们也没有多余的钱，所以这事情我看还是算了吧。还请沈老太太放心，谢家请了先生，在家中有私塾，不必去县里。沈姑娘来私塾上学，我们不会要1文银钱。沈姑娘来私塾上学，我们不会要1文银钱。谢公子，请问你年几何？今年8岁。府上的私塾先生是只教你一人吗？沈大公子，府上的私塾除了少爷之外，还有李正的孙子以及少爷的表妹，这2孩子的年纪与沈姑娘相仿，想必是能够一同读书的。如此便好，沈天金谢过谢公子。沈大公子不必客气，私塾做5休1，明日刚好休沐，沈姑娘不必准备什么东西，府上一应俱全。沈老太太在府上叨扰了，我们这就告辞。我送2位。剩了银子回来，谢老太太是没想到的。谢管家将在沈家的事情一一禀告，谢老太太听完点了点头。也好，既然没能让他们搬走，留在身边看着点也是应该。你说他家做主的叫什么？沈家的大公子沈天金。怎么还把银子往外推呢？那可是50两银子呀。20两银子已经足够咱们家开销了。天金啊，我就说好人有好报，看看这天上掉的银子。这回好了，咱们呀就不用为了银钱的事情发愁了。天金，把银子给我。沈天金将银子直接揣到了怀里。奶奶，方才咱们说的话可还作数吧？你这孩子说些什么呢？奶奶，您已经答应了，若是我能够在3日内拿回1两银子，那么沈家日后的开销用度都由我一人做主，其他人不得干涉。
现在这么好看，我可是有20两。点个沈姑订阅吧。娘来私塾上学，我们不会要1文银钱。谢公子，请问你年几何？今年8岁。府上的私塾先生是只教你一人吗？沈大公子，府上的私塾除了少爷之外，还有李正的孙子以及少爷的表妹。这俩孩子的年纪与沈姑娘相仿，想必是能够一同读书的。如此便好。沈天金谢过谢公子。沈大公子不必客气，私塾做5休1，明日刚好休沐。沈姑娘不必准备什么东西，府上一应俱全。沈老太太在府上叨扰了，我们这就告辞。哎，我送2位。剩了银子回来，谢老太太是没想到的。谢管家将在沈家的事情一一禀告。谢老太太听完点了点头。也好。既然没能让他们搬走，留在身边看着点也是应该。你说他家做主的叫什么？沈家的大公子沈天金。怎么还把银子往外推呢？那可是50两银子呀！20两银子已经足够咱们家开销了。天金啊，我就说好人有好报，看看这天上掉的银子。这回好了，咱们呀就不用为了银钱的事情发愁了。天金，把银子给我。沈天金将银子直接揣到了怀里。奶奶，方才咱们说的话可还作数吧？你这孩子说些什么呢？奶奶，您已经答应了，若是我能够在3日内拿回1两银子，那么沈家日后的开销用度都由我一人做主，其他人不得干涉。现在我可是有20两。既然你心中已经有所算计，那为什么只要了谢家20两银子？娘，要是再有30两，以我们家的能力，也没有办法送柳柳去读书。少拿这30两，能让柳柳去读书，我觉得很值。好端端的，你怎么要送你妹妹去学堂呢？爹，上学堂这件事情，或许3、5个月看不出好处，可是3、5年之后，你们必然会觉得我今日做的是正确的事情。更何况，不收这些银钱，我还有别的原因。什么原因啊？20两就已经闹得家宅不宁，若是真的拿回来50两，说不定就要分家了。天琴，你既然已经想过这么多，那么你想要怎么花这20两银子？以钱生钱才是长久之道。什么意思？就如同种田一样，花银子买了田，田里产出粮食，粮食能够换来更多的银子，远比当初买地的时候银子要更多。你是说要花钱买田？田虽好，但不是现在买，我会买一些其他更快能生钱的东西。至于是什么，我想请爹耐心等等。爹不是不相信你，是怕你乱花。门突然被叩响，陈氏打开门，看到林氏泪流满面的站在门口。这是怎么了，三弟妹？好端端咋回事啊？大哥，是为天水的事，我们现在只有天水一个儿子了，求求大哥，将银钱拿出来给天水看病吧。三婶，天水的病我一定会想办法治好的，只是病不是1日2日得的，想要病去也不是1日2日就能做到的。他是想先去镇上打听一番，看哪家大夫医术比较高明，回来再带四弟去看。三弟妹，前次郎中来的时候，不是说他身子尚可吗？你不要太着急。说白了，天水不是你们的亲生儿子，你们怎么会知道我这当娘的有多着急？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天水不是你们的亲生儿子，你们怎么会知道我这当娘的有多着急？天金呐，这20两银子是谢家给你的，我们也不应该要。可今日卖野味的银钱，我去卖得不了1两银子，不管你赚了多少，我只想拿回500文。你看这事儿行不？三叔，这钱你是打算用来给天水买药吗？是啊，虽然不多，但也好过没有。再不买药，再吃2日，天水就要断药了。三叔，这银子给你，明日我们一同去县城买药，别说500文，就是5000文我也会出。至于这1两银子，就随三叔处置了。天金，三弟，既然你们明日要进县城，你就顺便和天金一同去飘香楼看看是怎么回事。大哥，你让我上学堂，是为了让我知书达理吧？
知书达理。对，知书达理。那别人给我东西，我也要还给别人东西，是吧？沈天金点头。大哥，上回卖绢花的大婶送我红头绳，我想上山摘些野果子给她送去，不能白白拿了她的头绳。六六，你日后若是想要什么，不用这么拐弯抹角，直接跟大哥说，你想要什么，大哥都会帮你的。嘿嘿，大哥最好了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大哥，你来看，这里有好多果子。桃子。大哥，这边，哎，那边还有一个好大的，扔下来给我。这个红红的，看上去一定很好吃。这个也不错，软软的。沈天金把桃子都捡进筐里，再一回头，柳柳就不见了。柳柳，大哥，我在这里。柳柳，你在看什么呢？大哥，兔子在这里吃伞伞。沈天金特蹲下来，只看到还在摇晃的草叶，想来是兔子听见动静就跑走了。吃什么伞伞呀？那个黑色伞伞。这个伞伞是什么呀？这是一种药材。大哥，你在干嘛呀？把这个灵芝挖出来，刚好要去县城，到时候去药房问一问。没一会儿的功夫，这颗灵芝就被两个人连根带土的刨了出来。大哥，你拿着伞伞吧，这个小筐子我提得动。柳柳说完，就先一步提着篮子走了。大哥，你闻到了没有？闻到什么？包子味儿。我们六六是不是饿了？荒山野岭的，哪来的包子呀？真的是包子的味道。我们昨天刚刚吃过，我不会闻错的，就在那边。顺着柳柳手指的方向，沈天金看到了一片长得与其他花花草草略有不同的植物。柳柳，你老远就闻见这个味道了，点这个味道了。那边还有，和这个味道不一样，也在包子里面吃到过。柳柳，我们先采一些拿到县城去，看看药房的人如何说，怎么样？快让开！是三叔的声音。沈天金转过身，就见一头雄鹿正向他们狂奔而来。你在这里等大哥，大哥想办法把他引开。这鹿发狂了，你们想办法快走，我拖住他。看到三叔身上似乎有暗红的血迹，沈天金皱了皱眉。三叔，我来引开他，你先走。雄鹿喘着粗气，用力地蹬着他的蹄子，被两人来回折腾的不耐烦了，发现了一个新目标，注意力被吸引过去，下一刻就冲树下的柳柳奔去。柳柳！一声闷响，预想中的疼痛没有到来。柳柳缓缓睁开眼，看到了倒在他身旁的鹿。大哥，受伤了没有？有没有哪里疼啊？不疼。看到小团子完好无损，身上甚至连个擦伤都没有，沈天金这才松了一口气。这雄鹿怕是用尽全身力气想撞柳柳，可是撞偏撞到了树上，竟是把自己给撞死了。柳柳啊，你真的是太好命了。大哥不怕，柳柳不疼也没有受伤。今天走了大运了，你和柳柳都没有受伤，还逮住了一只鹿。走吧，得赶去县城了。哎呦，沈老三，你今天收成真不错呀，难怪要喊我上县里去。辛苦你为我们专门跑一趟吧。嘿嘿，我还想着你们昨日刚刚去县城，今日还要再去，多浪费银钱呀。不过看你们这货，这一趟怎么着都得去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马车停下，沈天金拿出匕首，将鹿的两个角砍了下来。天金，你这东西久了用不上，咱们去别处买。这东西还能单卖啊？哪里会收啊？鹿角是药材，自然是在收药材的地方。那成，咱们走吧。哎，天金，你往哪去啊？后门要往这边走。没事，咱们就从前门进。三叔，你只管走就是了。沈公子来了，快请进，快请进。这位是？这是我三叔，李大掌柜在吗？我这就去喊大掌柜，你们里面坐一会儿。那是什么东西啊？是送货来的吧？瞧着好像是鹿吧？天金，咱们在这里真的没关系吗？他们都在看着咱们手上的货呢，就是要他们看的。小丫头，你带了什么东西来呀？这是我们刚刚猎到的鹿。哟，还真是鹿呀！我还没吃过鹿肉呢，你呢？这东西一般可是吃不到的吧？沈小兄弟，这么快就见面了。这位是在下李大掌柜，这位就是我三叔，上次的野鸡野兔都是他猎回来的。原来是沈三爷呀，您这手艺是真不错呀。
不敢，李大掌柜还是请叫我沈三吧，不然真的是折煞我了。李某不过是一介生意人，有什么折煞不折煞的？若是不习惯，日后便称你为沈三哥吧。方才我就听得食客们议论，竟是有路送了进来。按理说我们这个应该是从后门送过来，可是我坚持要从正门进来的。路是个稀罕东西，这会儿来的食客们回去议论一番，到用午膳的时候，飘香楼想必会高朋满座。好，这鹿是今早猎的，刚猎的，片刻没敢耽误就送过来了。没敢耽误就送过来了，请掌柜的验货。李大掌柜接过匕首，利落地在鹿腿上划开一个口子，鲜血顿时流了一地。新鲜，来人，赶紧把这鹿送到后厨去。来了2个店伙计，也是十分利落，3两下就将整头鹿抬走。李大掌柜，这是收下了，这么新鲜的鹿怎么会不收呢？现在谈谈价钱吧。咱们给天香楼送货，就是相信李大掌柜。李大掌柜这里既然是明码标价的，那还请李大掌柜说个数吧。对，还是请大掌柜报价。这鹿是新鲜，但仅仅算新鲜，鲜活的鹿价格还能再高一些。这样，我给你们个折中的价格，4两银子。不知沈小兄弟意下如何？4两银子，沈三哥是觉得这些银钱不妥吗？看到沈三的神情，李大掌柜沉思了片刻。你们来往县城也不方便，不如来回的车马费我也包了。不用，不是，是李大掌柜，哪好让您帮我们出车马费啊？就4两银子成交。见沈天金这么爽快，李大掌柜脸上笑意更盛，他对食客们朗声道：今日午膳，飘香楼大摆炙鹿肉宴，各位可以中午留下赏个鲜。还真有鹿肉啊！刚才瞧见没？这鹿还直淌血呢，是个新鲜的。这鹿肉，光是听着我就流口水了，不知道是个什么味儿啊！想必李大掌柜还有事情要忙，我们就不多打搅了。沈三哥，你这野味好是好，只是龙上沟村离咱们县城太远，就是新鲜猎来的，也要1个晌午才能进我这飘香楼的后厨，断了气着实可惜呀。这个我们日后再想法子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我们日后再想法子，多谢李大掌柜了。日后你们来送货，说是我不在，喊小孙收货也是一样的。那小子虽然嘴上欠妥，但还是有几分灵巧。3人离开了飘香楼，沈三的眼睛就从沈天金身上挪不开了。天金呐，你到底是怎么做到让李大掌柜心甘情愿地收了你的货呀？这事多亏了六六，因为六六想吃包子，老远就闻着味儿过来，我们才能机缘巧合的结识李大掌柜。六六是咱们的小福星呢。吃包子有好事发生，今天还去吃包子吧。买好包子，几个人先回牛车旁，给了张叔热乎的包子。张叔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连吃我个包子都不肯吗？你们沈家的情况，咱们乡里乡亲都是知道的。瞧着你们是最近不错，可上山猎东西7、8成讲究个运气，现在赚得的银钱，还是要多留下才是。张叔放心吧，我心中已经有打算了。哎呀，老三呀，老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。天津落了一回水以后，倒是比以前长进多了。天津呢，咱们该去给你四弟买药了。咱们这县城最大的药铺是哪个呀？大药铺咱们还是不去了，卖的药太贵，就到之前抓药那间药铺去就行。三叔，在药城能够将药铺做大，必然是有其缘由的。咱们先去看看，再做打算。何况这鹿角咱们也要出手呢。柳柳还没有去过药房呢，咱们一道去看看。好耶，我们一起给四哥哥抓药。老三呀，你这大侄子看着有点当家做主的样子了，就是亲弟弟，有些人家也未必肯这么花银子呢。是啊，天津是不错呀。张叔赶着牛车一路往南边去。就这里了，这就是咱们县城最大的药铺，杏林堂。这就是咱们县城最大的药铺，杏林堂。这药铺不光大，而且在咱们县城已经开了100年有余。多谢张叔。三叔，我们进去看看，给四弟买药。天津，若是里面的药贵，咱们只管走人，不必管旁人如何说。那是自然。杏林堂门口站着一个小药童，看到沈天金等人过来。几位是来抓药吗？你们掌柜在吗？几位来抓药，见掌柜做什么？我们的确是来抓药的，但也是来卖药的。我们掌柜不轻易见客，不如让柜台师傅给你看看吧。也好。小药童跟柜台师傅说了几句，
明白沈天金等人来意后，就将人带到了一旁的小桌边。听说几位是来卖药的，可否先将药材给我看看？叔叔，这是我们早上摘的。这是白芷，品相很不错。这只是一部分，若是要的多，我们还有。这些你们是从何处得来的？家中后山采的。品相也都如这个一般吗？都这么绿，也都这么粗，有些没有这个漂亮，不过也很好看。这些都是你摘的吗？是的呀，我选了好看的。叔叔，这个可以换银钱吗？可以。没想到你还认识草药啊，真是不一般的小丫头。有味道的草就是草药吗？我们山上还有好多呢。那你下次可以都拿来给我瞧瞧，说不定也能换银钱呢。按说我们不收这么散的药材，不过你们带来的这些品相着实不错，我就先行收下。下一次来的时候你们多带一些，点个我就订阅吧。先行收下。下一次来的时候你们多带一些。那这些草，不对，这些草药能卖多少银钱？这些都要晾晒处理之后才能使用。你们这半筐50文收了，你们意下如何？50文，成交。下次你们带了药来，直接找我便好。稍等，这是今早猎到的。这可是稀有药材，你们是？我三叔是猎户，今早刚巧碰到。是了，不过猎户一般也不会想到将这些东西单独留下。看来你们的确对草药有些了解。这雄鹿已经成年了吧？没错。这鹿茸你们打算如何卖呀？师傅见多识广，若是看得上眼，只管给价便是。这样吧，你的鹿茸虽不是上品，但分量足够，我开给你们1两银子，如何？沈三微微张开嘴巴，难以置信地看向沈天金，这鹿角竟能卖上1两银子的价钱。沈天金则回了个眼神，意思是让三叔克制些，不然对方就会看出这个价格超过他们的心理预期了。沈天金措辞谨慎地和师傅谈了价格，最终鹿茸也2两银子成交。我方才听药童说你们也是来抓药的，不如将药方给我，算好了银钱一并结清。听说药方，沈三便从怀中掏出了一张皱皱巴巴的纸来，递给了柜台师傅。柜台师傅看了一会儿，皱眉问道：请问这是给家中什么人用的？是我儿子，他常年体弱，这些年更是连床都下不了，全凭这一副药吊着性命。点个订阅吧。全凭这一副药吊着性命。这位大夫，若是有什么不妥，就直接说吧。在下也不是什么大夫，只是平日抓药抓得多，能说上2句。若是有不对之处，还请包涵。这药方上补剂有些多了，越是身体羸弱之人，越不该大补，而是要精细调养。不过具体情况如何，我还不得而知。若是令郎能够过来，好过脉象，才好调整药方。可是这药方天水都已经吃了大半年了，大半年可有好转？这虽说没有好转，可也没有恶化呀。这样吧，2位先自行商议，最好是请个好些的大夫好脉。咱们药铺之中可有大夫？从前是有的，只是……敢问大掌柜可是大夫？师傅他老人家不轻易给人看病，这副药方你们想抓也是可以的。敢问大夫，这一副药抓下来大概要多少银钱？这几味补药是要贵些的，算上其他林林总总，一副药也要个20文左右了。20文？我这里还有一样东西，不过斗胆想请大掌柜亲自来谈。小兄弟，方才收药我给的价格自认为公道，你们的药方我也尽心解答了，不知道你们是对我有何不满？柜台师傅，您误会了，正是因为信任，所以才把这东西拿出来的。说完，他将衣服解开了一个小口，露出灵芝的一角，没让柜台师傅看全。这是灵芝？凭这个见大掌柜一面，应该也不为过吧？见大掌柜一面，应该也不为过吧？不为过，我这就去请师傅。
等到他离开了，沈天金才看向三叔。方才他的意思，想必三叔也听懂了。那小药铺说县里头的大药铺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，说我们抓一副药会管我们要50文，他们便宜些，给我们算30文一副药。这半年，我们岂不是多花了许多银钱呢？三叔，这亡羊补牢为时未晚，咱们现在既然知道了，不再去那里抓药就行了。可沈三越想越生气，刚要说些什么，柜台师傅就回来了。两位，我师父请两位进里面去谈。走吧，三叔，先去见大掌柜要紧。老朽姓华，听闻你想要见我？华大夫，这是在山中采到的灵芝。不错，你竟还知道要护着灵芝的根茎。我对草药一无所知，只是觉得这么做比较稳妥。这灵芝不是珍贵品种，还被野物啃了一半，把品相坏了。不过你这枝个头大，还带着泥土，勉强也能用来入药。你心中可有预期的价钱？请华大夫开价吧。既然这样，6两银子。你若是觉得不行，可以拿去其他药铺去问问。我们既然来此，自然是相信杏林堂的。哦，既然相信杏林堂，直接给柜台便是，为何非要见老朽呢？实不相瞒，沈天金微微躬身行礼。家中四弟生病，想请华大夫给诊治一番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家中四弟生病，想请华大夫给诊治一番。我这里是药铺，并非是医馆，如何找到我这里来看病了？方才听柜台师傅言语间，就能知晓华大夫医术了得。更重要的是，我相信华大夫这一份人心。若是老朽医术不精呢？光是凭杏林堂100年的名声，我也相信华大夫。你这小子倒是执拗。罢了，看在你与紫灵芝有缘分的份上，帮帮你吧。多谢华大夫。先别谢得太早，你弟弟是什么病症？必须要望闻问切之后才能够下定论。只是这药方子不能再服了。这药方是有什么不妥吗？大大的不妥。你以为所有好东西都放在一起就是好吗？你儿子最近有没有气虚无力的症状？吃的也比往日少了。正是，我们还以为是因为将一副药分2天吃，药量不够才。也幸好你们没有足量吃这药，否则这小子是有再硬的命也扛不住。他若是体虚气弱，用上这种补药，无异于催命。真是什么赤脚郎中都敢开药方，更何况不论是何种药方，断然没有吃上半年也不换的道理。吃药便是为了能痊愈，怎么会越吃越糟糕啊？华大夫，那现在如何是好啊？我儿子还有没有救了？你先拿我这药方给他吃上几日，若是他食欲好了，气弱无力的症状略有消退，那你便带着他来县城找我，否则就别来了。我这里不宜死人。这药，放心好了，这一副药也就5文钱，你放心给他煎成2份，合成5日再看。点个订阅吧。5文？药这东西本身没有贵贱，须得用对了药，病才能根除。若真是越贵越好，怎么不干脆给他吃金子呢？行了，到楼下抓药去吧。3人道谢之后转身离开。几人踏出房门前，老头叫住了沈天金。你这次带来的白纸，下次带你弟弟来看病时多带一些，我给个更好的价钱。沈天金面色一喜，回身再次道谢，带着沈柳柳就离开了2楼。这药方到底能不能救天水啊？要是喝了以后天水还没有好转怎么办呢？三叔，华大夫既然这么说了，那自然是有把握的。三叔只管先用药，这几日仔细观察就是了。沈三去抓药，沈天金则陪着柳柳。咱们等会儿就去市集上找一找之前的婶子，看不到她的话，
六六会不会失望啊？不会的，这些果子还可以带回去给爹娘吃。下一次再来的时候，我再给婶子带果子来。大哥，我采的草是不是卖了银子呀？是啊，柳柳是有想买的东西了吗？可以吗？当然可以了。柳柳是看上什么东西了？我想要这个和这个，还有那个。沈天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，见是药桶手上正在称重的药草。柳柳是想要买药？大哥，那几个草药里面有包子的味道。哦，柳柳是想带回去自己做包子吗？外面的包子卖的太贵了，要是咱们家自己做，不就又方便又便宜了吗？问了柳柳要买哪几味药后，沈天金便去找了小药童，弄清楚了柳柳要买的分别是小茴香、肉桂、杀人和子扣。点个这些订阅吧。药材放在一起，不会有什么毒性吧？这倒是没有，就是没见过哪一副药会配这些东西。付好了银钱，沈三那边也抓好了药，三人一同出了药堂。老三呀，你们这次带过来的东西全都卖出去了，这还多亏了天金呢。要是没有天金，不说卖上价钱了，就是卖不卖得出去也不一定呢。张叔，麻烦你再去一趟集市，咱们就可以回了。好嘞。沈天金和柳柳很快就找到了卖发绳的婶子，婶子一下就认出了柳柳。小姑娘，发绳你扎上了呀，真好看。婶子，这是我今儿早摘的果子，给你吃。这么多果子都是你摘的吗？是啊，婶子，可好吃了，你尝尝。沈天金注意到旁边的摊位上蹲着一个牵着马的年轻人，那匹马虽然有些脏，但四肢有力，不像只吃草的样子。看到沈天金在看那边，婶子低声说了一句：这小伙子都在这里等3天了，也没有一个人过来问的。他要卖马？可不是嘛，咱们这集市呀，哪有人买得起马？买得起马的那些官家老爷们，又有谁会买他的马？这小伙子挺可怜的，买一个馍馍还要分半个给马，这马不是吃草的吗？小姑娘，你送给婶子的果子，婶子吃不完，给这边的小哥哥一个，可以不可以呀？婶子，我帮你送过去。小哥哥，给你吃个这么果子。好看，点个小哥哥订阅吧。，给你吃个果子，是那边的婶子送给你的。卖发绳的婶子离不开摊位，只能挥手高声道：吃吧吃吧，我瞧着你一早上都没吃东西了。好吃吗？好吃，甜。大哥，能不能把我的包子也送给他呀？这是你的，你当然可以做决定。小哥哥，给你吃个包子吧，饿肚子可难受了，不过吃饱了就好了，就会有力气了。男子看了柳柳好一会儿，才缓缓伸出手接过了包子，3两口就将包子吞咽入腹。吃完，对柳柳行了一个礼。小姑娘，谢谢你的包子。你这马怎么卖的？20两，一文不能少。小伙子，20两在西面都能买下一户铺子了，你卖这个价，哪里有人能来买嘛？我瞧着你都快要饿死了，还不如先救救自己的命。然后呢？然后你拿了这20两银子，准备做什么？我拿到银钱，先安葬父母，其余的我还没有想那么多。你是家中遭了变故？我家原来是在近郊开镖局的，我随着父母走镖，没成想遇见了山贼，父母横死，家中钱财全都赔了进去，最后就剩下我与这一匹马，现在连给父母准备棺椁的银钱都没有。飘香楼收获了，赶紧去看看有什么能卖的。飘香楼给的钱可多了。赶紧赶紧，哎，你别挤呀！沈天金抬头看去，就见一辆大车缓缓地驶进了集市，坐在最前面的正是之前有过一面之缘的2掌柜。沈天金低头就去牵柳柳的手，可柳柳竟然不见了。柳柳！他抬起头慌张往四周看去，你看那边，这么好看他被人抓走了，点个他被人订阅吧抓走了。沈天金抬头望去，就见一个大汉抓着柳柳，将他扛在肩膀上，快步往一旁的马车走去。沈天金的眼睛都红了，他拨开人群想要追上去，可人流都在与他往相反的方向涌动。眼见着柳柳被越带越远，最后被放入了一辆破旧的马车。借马一用。男子也没多想，翻身上马，
对着沈天金就伸出了手。走，快走，他们有马。从集市出来就是一条小路，两人驾着马车顺着小路就往林子里面钻。怎么办呢？他们2个人骑马，早晚都要追上咱们的。要不跟他们拼了？不行，之前我们见过一面，怕是会认出我来。先把这小丫头扔在这儿，以后再找机会吧。奶奶的，真便宜了他们，咱们租马车还多花了银子。行了，赶紧吧。很快，马车停了下来，车门打开，柳柳就看到一个蒙面的男子恶狠狠地对他说：回去告诉你哥，让他老老实实在家种地，要是再敢来县城，要他的命。说完，男子就急急忙忙把柳柳从马车上拽下去，扔到路边，2个人头都没有回，驾上马车顺着小路逃之夭夭。柳柳，你怎么样？大哥，好了，没事了。大哥来了。小姑娘，没受伤吧？有没有看见那2个人是谁？他们只说让大哥以后不要再来县城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让大哥以后不要再来县城。大哥，柳柳头痛痛，腿也痛痛。他们动手打你了？刚才磕到马车了。你腿哪里疼？柳柳抬了抬腿，茫然的眨眨眼。不疼了。这是什么？好像是马车上的东西，那个人把这个也丢下来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刚才就是这个，硌得我腿疼。沈天金把布包取过来，感觉有些重量，打开一看，里面竟然有20两元宝。小姑娘没事儿，还得了20两，这也是因祸得福了。这位大哥，他们进了竹林，不宜再追，还是先回去吧。这位兄弟，在下沈天金，这是幺妹沈柳柳，多谢刚才出手搭救。沈大哥叫我程准就好，举手之劳而已。而且刚才要不是令妹给了我包子，恐怕我现在连走路的气力都没有。程环，你的马我买了。沈大哥，这马对于你们农户来说反倒是个累赘，他平日需要吃五谷杂粮，皮毛要用心打理，精心照顾。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。沈大哥也是懂马之人。算不上，只是粗略懂一些皮毛。程环，我有意要在县城开一家铺子，你想不想和我合作？开铺子？合作？这么好没错看，点个订阅吧。合作？没错，这20两银子足够你在西市买下一处小铺子。至于售卖的东西，由我来想办法，你只管在店铺里面卖货当掌柜，所获得的利润，我们5/5分成。沈大哥，不成。若你无意在县城中开铺子，那此事便算了。不过你的马，我依旧是要买的。沈大哥，你误会了。我父母尚在的时候，曾经教导过我，做人也好，做商也罢，都要讲究一个诚信和公平。我拿了沈大哥20两的银子去买铺子，还要再赚沈大哥成本之中的银钱，这对沈大哥不公平。若是开铺子，我们3期分账，沈大哥占7，我占3。日后我有了银钱，我们再另行谋划分账一事，如何？既然你坚持，我们就此说定了。今日你先去西市看看铺面，明日咱们再细谈如何？你回去也可以再想想，倘若你明日改变主意，我也不会怪你。不改，能跟沈大哥遇到就是缘分。父亲说过，机缘一瞬即逝，来的时候就得紧紧握住。令尊在天上看到你这么快能够振作起来，想必心中也会为你骄傲的。沈大哥，这马，沈某绝对不买无用之物，你放心好了。他有名字吗？他性格温顺，好青山森林，家父给他取名为青木。好名字。程兄弟放心，我日后不会亏待青木。若是你我合作，日后有的是机会见他。也是，那沈大哥，我们明日集市再见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我就说他是败家子儿吧，前些日子刚买了那么多东西，今日去了县里，竟然就用20两银子买马。我们沈家这是造了什么孽哟？日后我们都要饿死了，这马难不成会给我们送终吗？老三，你回来了，这马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大哥，你没有问天津吗？他说是花20两买的，旁的还没来得及问，你瞧给娘气的，我就让他先回屋子了。你们今日到县里究竟怎么样？大哥，你先别着急，咱们进去慢慢说。老三呐，让你跟着天津去县城，你怎么还能同意他买马？娘，那马的事儿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
啥？这么大的事儿，他连你都瞒着？老大呀，你这儿子是不是想要把沈家给弄垮了才甘心啊？娘，要不你问问老三吧。老三今天一整日都跟天津在一块儿。老三，你给娘说说，你们是不是去飘香楼了？武文，老三，咱们的儿子都快没命了，你还这么省银子，30文一服的药都保不住他的命，你说是不想治，我就带着他一起投河去吧。不是，老大，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儿子，自己花了20两买马，可是给兄弟买药只花5文钱。我还不至于拿兄弟的性命省钱。这药吃与不吃，天水都是要等死。若是天水没了，我也绝不独活。娘，辛苦您去给天水熬药。1副2次我记下了，这是熬完了药。谁拿去给天水喝啊？点个订阅吧。这是熬完了药。谁拿去给天水喝啊？我来喂。沈三这时候终于有机会站出来了，他看向林氏：“你要是不愿意给儿子喝，我来喂。要是真将儿子喂死了，不用你独活，我跟你一起都陪儿子下黄泉，咱们全家一起死。杏林堂的大掌柜说了，原来那副方子不能再用了，天水喝了身体只会越来越差。那大夫开的方子还收咱们30文，若是在杏林堂抓，也只要20文。”林氏越想越难过，哭着跑出了堂屋。喝个药，3房弄得跟全家赴死一样。沈老太太看了直摇头：“天金，你看看，你都把你三叔一家逼成什么样了？”不破不立。奶奶，我说长家不是闹着玩的，银子到我手里，我断不会让大家吃西北风。四弟的病我也一定会找人医好。这新药房是镇上响当当的杏林堂开的，这么大的药铺定然不会砸了自己的招牌。我倒要看看你能操持个什么东西来。我这的银钱暂不给你，沈天金，要是你把这家败了，别怪我不讲情分。奶奶，你等着看便是了。天金，那马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哎呀，天金，你倒是说话呀！爹，你过来看看。看什么？这马身上能看出银子来？经过沈天金的简单清洗，青木的毛皮逐渐露出了原来的颜色，不再是灰头土脸，反倒是隐隐透着暗红色的光泽。爹，你来看看，这马跟你地里面的牛相比如何？我哪里会看马？这毛怎么这么顺，还这么亮？爹，你再看看他腿上的肌肉。哟，这可比我田里那头老水牛结实多了。点个订阅吧。这可比我田里那头老水牛结实多了。我带着柳柳从县城回家，骑着他一路小跑，用了不到半个时辰的功夫。半个时辰？这出生半个时辰就能到县城？这还是因为我带着柳柳害怕他颠簸，若只是我自己，只需要2刻钟甚至更少。那去县城可太快了，你张叔的牛车是要半日才能到县城呢。可是就算你去得快能怎样啊？三叔拿到集市上去卖死掉的野鸡，一只能卖60文，可若是活的野鸡送去飘香楼就能卖1串钱。爹可是能够明白耗时长短的区别了。哦，原来你买马就是为了去卖活的野鸡呀？爹，不光能卖野鸡，这马的用途可多了。而且这匹马呀，也不是一般集市上能够买到的马，若是找个驿站转手，至少也能多赚10两往上。真的？这马能值30两银子。可要真是这样，你为啥不跟你奶说呀？爹，奶奶的年纪大了，她为了沈家操劳了大半辈子，也是她应该开始享清福的时候了。我这个当长孙的，把银钱赚到家里，到时候她老人家自然高兴。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沈天金可不敢当着他孝顺的爹说他奶老糊涂了。对，天金啊，看来你的确是长大了，是爹小瞧你了。你放心，你奶那边有我，你只管往家里赚银子，到时候日子好起来了，你奶自然也就知道错怪你了。爹，明日我还要去县城。还去啊？家中米面也买了，肉蛋都不缺，你还要去买什么呀？这次是个要紧事，事成之后我回来再告诉爹。沈天金拍了拍青木的身子，转身就离开了，留下沈大仔细端详着青木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这一订阅吧。晚上，沈柳柳睡十分安稳香甜。一早醒来，他就看到娘在床边收拾衣裳。娘，早。柳柳醒了。
过来试试这件合身不合身？我找了块从前的好料子，昨晚上给你改的。可是现在没有过年呀，为什么有新衣裳穿？因为我们柳柳今日要去上学堂，所以娘啊就给柳柳新添一件衣裳。没想到上学堂还有新衣裳穿，上学堂一定很有趣，就像过年一样。娘俩推开门，就听到沈老太太嚷道：这玉米面怎么还能给那畜生吃？真是要活活气死我！陈氏见状，就往柳柳的小布包里面揣了个馍馍，低声道：路上吃吧，跟你大哥赶紧走。走了2步，就看到林氏迎面而来。陈氏想要上前说话，却被他避开，低着头往堂屋去了。你三婶心中怕是怪我们呢。沈天金牵着青木走过来，刚才的事情他都看在眼里。娘，这会儿多说无益，过些日子自然就好了。唉，娘都不知道啊，你什么时候学会了骑马？可不管怎么说，路上还是要慢些，去县里的路也远，你自己可当心啊。娘放心，在家中照顾好自己。我能有什么需要照顾的？快走吧，今日你妹妹第1日上学堂，千万别迟了。娘，你要多吃一点，你最近都瘦了。柳柳被沈天金抱到马上，还不忘挥着小手叮嘱他娘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陇山沟村本来就不大，沈天金骑着青木，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到了谢家。管家谢一早就等在了门口，见到沈天金竟牵着马，一时也有些愣住。沈少爷，来送沈姑娘上私塾了。沈天金点头，拉着沈柳柳的小手，十分不愿意松开。他弯着腰叮嘱：柳柳，上学堂的时候要好好读书，若是谁和你起了争执，你也不要多言语。沈少爷放心，私塾的那几位与沈姑娘差不多，会玩到一块儿去的。沈天金勾唇笑笑，接着说完后半句：等下午大哥来接你的时候告诉大哥，大哥收拾他。谢一不由得咽了一口唾沫，脸上带笑：我这就送沈姑娘进去。有劳谢管家了。沈天金这人虽说粗布麻衣，却让谢管家丝毫不敢小觑。他嘴上倒是有礼貌，可不知为何说出来的话倒是有些瘆人。跟着谢管家，沈柳柳迈进了谢家的大门。谢叔叔，你家的院子真好看。这是老太太和少爷的家，我只是住在这里罢了。谢管家将他带到座位上。沈姑娘先在这里休息一会儿，等一下先生就到了。柳柳乖巧地点了点头，可是眼睛却忍不住地四处看着。这里可真好看啊，又有花花又有水水。他第一次见这么漂亮的亭子，还有布幔随风吹来吹去。点个见订阅吧。这么漂亮的亭子，还有布幔随风吹来吹去。谢管家从亭子里退出来，还没转过弯，就遇见了自家少爷。少爷，您怎么来了？谢墨之的眼神看向亭子里面那个小人影。东西也都准备好了。回少爷的话，都准备齐了。笔墨纸砚还有书本，桌子椅子一应俱全，跟给那2位准备的一点不差。沈天金待他妹妹极好，他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们不可怠慢了。这位今年不过才8岁，可早就有了一家之主的风范。谢一微微躬身：是，少爷。祖母那边有说过什么吗？回少爷，老太太那边说尽力照顾周全。谢墨之没说话，只是沉默片刻，便点了点头，目光看向亭子之中。谢一顺着少爷的目光看去，就见沈姑娘此刻脑袋枕在桌子上，不知往亭子上面看什么，身形有些怪异。他抬头看了看自家少爷，就见少爷清秀的眉头皱了起来。谢管家没敢说话，也在一旁陪着站好。看来这沈姑娘还是颇得少爷重视，以往这个时辰，少爷已经在默书了，谁都打扰不得。今日这是特意过来看的。这上面是有什么东西吗？
嘿嘿，你瞧见了没？上面有好几只小燕子。是真的，我日日来这里读书，这是第一次见到。那真是可惜。你快看，燕子妈妈回来了。真的耶！两个小女孩看着亭子上面，聊得不亦乐乎，倒是让远处看着他俩奇怪姿势的少爷眉头又紧了紧。点个订阅吧。看着他俩奇怪姿势的少爷眉头又紧了紧。哇，你们两个在看什么呢？在看燕子。哪儿来的燕子？连连小胖子抬头去看，可还没看到燕子，因为脖子后仰的厉害，一个倒栽葱就倒在了地上。远处的少爷最终无奈地摇了摇头，缓步离开了。好啊你，我看你就是存心想要戏弄我。你自己摔倒的，与我什么关系？你这人真是奇怪。你这哪里来的野丫头？我这就喊管家把你丢出去。贺先生，先生，这不知哪一院子的小丫鬟跑到我们这里搅乱我们早读。这位是今日新来的同窗，你们还不各自坐好？同窗？他日后还要与我一同读书？小胖子难以置信地看向柳柳，真是晦气。既然是新同窗第一日来，你先自己介绍一下。我是李正的孙子，我叫许端阳，闺名木兰轩，日后我们可以一同赏花看月。我叫沈柳柳。他想了一会儿，又补充了一句：是沈天津的妹妹。沈天津是谁？听都没听过。等我哥哥来接我，我可以把他介绍给你认识。用不着。好了，日后大家就是同窗了，自然是要好好相处的。今日我们继续学千字文，点个订阅吧。今日我们继续学千字文。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。见两个人齐声诵读，柳柳也只能跟着浑水摸鱼。他低头看了看书上豆大的字，一个都不认识。原来这样就是上学堂吗？为什么看上去一点意思都没有呢？好不容易熬到贺先生说可以休憩一会儿，柳柳爬在桌子上，两只小手晃来晃去。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吃午饭呢？喂，我告诉你，虽然你不是小丫鬟，不能发卖了你，但是日后你在我面前要老老实实的，要不然我揍到你喊娘，听到了没有？柳柳疑惑地眨了眨眼睛，他从来都很乖呀。许端阳认为他已经听明白了，而且很害怕，于是心满意足地离开了。走了许端阳，一旁的木兰轩出声劝慰：柳柳，你别害怕，他也只是说说，不敢和你动手。为什么会害怕呢？隔壁的二牛都打不过他，而且看他的样子还没有二牛壮实呢。你害怕他吗？他平日就是这个样子，走到哪里都像个小霸王，其实最爱告状啦。我就是害怕他到姨祖母那里告状。你的姨祖母很凶吗？不是的，只是每月我娘都会来问我的状况，若是姨祖母不喜欢我，她会说我的。你住在这里？木兰轩点了点头。哇，真好啊，这里这么漂亮，你一定很高兴吧？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你一定很高兴吧？木兰轩却不像柳柳这么想，她缓缓低下头。这里的确风景宜人，可终究并不是我家。说完之后，感觉到自己失言，她立刻解释：姨祖母待我很好的，只是我明白。虽然我家没有这里好看，也没有这里大，但是我更愿意住在自己的家里。木兰轩看着眼前跟她年纪相仿的姑娘，也不知道怎么，就觉得她笑起来暖暖的。一会儿功夫，贺先生带着许端阳一道回来的。我才离开一会儿，你怎么跑到水边去了？先前谢老太太3令5申不准过去，你也是听到的吧？这天也太热了，我就去那边凉快凉快。再说了，
在这亭子里待着多没意思。没意思。回去将千字文抄上2遍，明日一早交上来。啊！贺先生在说休息的时候，便是午膳的时候了。木兰轩轻车熟路地将柳柳带到了茶房。你瞧，我就说应该是准备了你的午膳。声音不大，但是刚好被谢墨之听到。他抬起眼眸，神色是一贯的淡淡。沈姑娘，日后来上私塾的时候，午膳就同大家一块儿用吧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膳就同大家一块儿用吧。小哥哥，你为什么不跟我们一同上私塾啊？表哥虚长我们3岁，而且表哥自幼聪慧，从3岁的时候就开始启蒙了。我们现在学的这些，表哥早就已经学会了。贺先生上午教我们，下午要去看表哥的功课，所以不跟我们在一处。看着往日不怎么开口的表妹，此时口若悬河，谢墨之大人的脸上带了一抹奇怪之色，最后落在了沈柳柳身上。用膳吧。今日也不逢节，怎么这么丰盛啊？沈姑娘今日第一次来谢府，这是谢府的待客之道。看着摆在眼前的精美菜肴，沈柳柳微微愣住了。她长这么大，第一次见到过这么多菜，一时之间竟不知道从何处下手了。她挑了离自己最近的一盘炸丸子，用筷子夹到嘴里，顿时那种酥软的感觉就占据了她的嘴巴，里面的肉馅又松软又细糯。她微微闭上眼睛，体验着丸子之中的馅料味道，是熟悉的味道，有一些像包子里面的味道，也像是在山上的味道。这个丸子也太好吃了。食不言，寝不语，你是没念过书吗？谢墨之淡淡的扫了许端阳一眼。孔子曰：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。谢墨之一开口，一旁的许端阳就不敢说话了。他吃着鸡腿儿看向沈柳柳，没想到谢少爷居然还很维护这一丫头，还很维护这一丫头。沈柳柳丝毫没有被2个人打搅，他们说的乱七八糟他没听懂，最重要的是没工夫听，因为他又夹了一块水晶虾饼放在嘴里。刚一入口，他就知道是新鲜小河虾的味道，真香。见沈柳柳吃得专注，谢墨之不由得多看了他2眼。这些虽说是谢府今日特意准备的，但也不是什么珍馐美味。可沈柳柳吃出的一脸幸福，让他有些怀疑，难不成今日的菜色真的比往日好上许多？少爷，伺候你回去用膳吗？不知道是不是被沈柳柳的样子给勾起了好奇心，他低声道：将我的碗筷摆上来。小厮有些诧异，往日少爷是最不喜欢与人一道用膳的，看来今日是真的给足了这位沈姑娘面子，于是手底下利落地将碗筷摆好。就见少爷第一筷子先夹向了炸丸子，他连忙心中记下，这可是要回禀谢老太太的，少爷平日从来不吃这个。谢墨之仔细品尝着口中的丸子，视线慢悠悠地落在了沈柳柳的身上，他的目光早已从他的身上移开，但是眼睛之中的明亮之色丝毫不减，尤其是那副满足的样子，看得他不自觉地缓缓翘了一下嘴角。一旁的小厮连忙在记下，少爷吃炸丸子的时候居然笑了，应该是味道好吃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应该是味道好吃。一顿饭吃完，沈柳柳有点遗憾，是因为她的肚子实在是太小了，每一道菜只来得及尝上几口就饱了。某还要温书，各位自便。小哥哥就待这么一会儿就走了，平日他不与我们同吃的。许是你今日第一天来，所以他才跟我们一道吃饭吧。只不过我确实没跟表哥在一个桌上吃过饭，挺奇怪的。要是早知道这里的午饭这么好吃，我就不那么讨厌读书啦。你这才第1日来读书，说不准日后就喜欢上了。有些事情不能勉强，喜欢或者不喜欢，第一次就会知道的。听他说的好像很在理的样子，木兰轩也不知道如何开口。哦，对了，你方才说贺先生下午就要去教小哥哥功课了，那我们呢？就可以随便玩了吗？
贺先生等下会给我们布置功课，若是功课完成了，才能在亭子之中休息一会儿。但是随便玩，怕是不能够的。到了小亭子，就如同莫兰轩之前所说的，贺先生留了功课，只不过这功课跟沈溜溜想的不太一样。就选一样，今日你们见到最喜欢的东西画在纸上，下学之前交给我。贺先生，今日见到的就是在谢府里面的吗？可以。沈溜溜在问。贺先生，我可以照着画吗？可以。什么都要问，随便画画就好了呗。许端阳，你倒是应该学习一下沈同学的认真。这世上若是什么都不用心，便没有一件事情能做好。他本来就看不惯沈溜溜，没想到先生夸赞他，还让他学习他。许端阳在贺先生面前自然不敢造次，只能瞪了沈溜溜一会儿。柳柳压根也没在意，他现在满脑子都在想，今日最喜欢的是什么。交代完了功课，贺先生就离开了，留下了三人写功课。谢府的另一边，谢木之的小厮正在给谢老太太禀告今日午膳时候的事情。他家少爷在吃饭上面极度挑剔，若是吃到不喜欢不合胃口的，便会呕吐一整日，这是只有少数人才知道的不传之秘。自从他在少爷身边伺候，就时刻被叮嘱要注意少爷的饮食。往日少爷从不与人一同用餐，更鲜少吃与往日不同的菜色。今日这种反常，他立刻就回禀了谢老太太。今日他竟是跟那三个小的一同用膳，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他竟是跟那三个小的一同用膳。回老太太，是，而且少爷今日还用了3样菜。哪3样啊？炸丸子、水晶虾饼，还有青笋。谢老太太更纳闷了，这炸丸子和水晶虾饼也不是什么稀罕的菜肴，怎么今日他偏生吃了？吃的照比往日多些吗？是多些，今日连饭都吃了半碗有余。小厮老老实实回答。这会儿倒是谢老太太沉默了起来，想了好一会儿也没有思绪。按说，墨汁对自己的身体比谁都清楚，怎么会？你明日再看看。是。你仔细点少爷的身子，别吃了这几样，害得他犯病。那个，我也先去画功课去了，你慢慢写哦。你千万别乱走，谢府可大了。放心放心，贺先生让我们画今日见过的，我也只能去今日去过的地方画。拿起他的纸和笔，沈柳柳出了亭子，就径直往中午吃饭的小饭堂走，边走边想着，今日最喜欢的究竟是什么呢？正想着，就听到2个丫鬟聊天的声音。今日的少爷还是那么让人喜欢。这话你都敢说，也不怕被夫人和老太太听到，把你发卖出去。我这也就是敢和你说。再说了，你不是与我想的一样吗？点个订阅吧。你不是与我想的一样吗？去，别乱说。我只是觉得少爷是我见过最好看的人儿，这说不定长大了要迷倒多少女子呢。谁见了少爷不都被他的容颜吸引？要不是因为好看，能这么多人喜欢吗？2个人有说有笑的就走了过去。沈溜溜转着眼睛想，好一会儿才得出了一个结论：好看就等于喜欢。对呀，莫兰轩不是也说，又美又漂亮的就是最喜欢的。这么想来，那他看到最好看的。沈柳柳迈着小步子，他总算知道要画些什么了。谢木之的书房并不难找，因为路上总能遇到3、3两两往那边送东西的丫鬟小厮，跟着他们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沈柳柳到了书房的近前。诗经300篇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思无邪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小哥哥，我是想来问你个事情。此刻贺先生不在，按说打搅了他读书，他就应该将他直接赶出去。可沈柳柳那满眼充满着期待的样子，让谢木之不自觉就产生了好奇。他这么老远跑过来问他，你要问什么？贺先生给我留了个功课，我想要画你，行吗？
沈柳柳觉得画的要是个死物也就罢了，活物的话还是应该问询一下，这是娘叔的礼貌。你为何要画我？因为你好看呀，你漂亮，你是我见过最美的人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是我见过最美的人。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敢当着他的面夸他好看，往日最多都是丫鬟碎嘴被他听到，娘和祖母也知道他不喜欢听人这么说。谢慕之的眉头又皱得紧了些，他还没开口，就听沈柳柳又补充了一句：是贺先生说要画今日见到过的，所以我才想要画你。那你往日还见过更好看的吗？这话问出口，谢慕之自己都有些愣住了，这话怎么会是他说出口的？没有了。你长得好看，穿的也好看，是我见过最好看的人，不光是今日。你赶紧回去做功课吧，等下老师回来见你在这里，定是要罚你的。那我不能画你了。这世上好看的事物万千，你出去找找便是，速速离开吧。沈柳柳向来不会强人所难，既然谢慕之不让他画，那他还是找其他东西好了。那好吧，我先走了。看着窗外一晃一晃离开的小羊角便，谢慕之的眼神有一丝的微怔。贺先生回来的时候，就看到谢慕之看着窗外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他教书见过许多学生，天生聪慧的也有，后天勤勉的也不少，可唯独谢慕之一人，即天生聪慧又后天十分勤勉，不光是谢家上下，连他自己都十分看好这个学生。这是头一次见他在读书的时候有些愣神的。他走到窗前，一眼望过去，院子里空空荡荡。老师，是有什么趣事？没有。老师为什么会认为是趣事？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老师为什么会认为是趣事？人呀，真正心烦的时候，表情不会如你这般轻松。你这样子反倒是像有趣而略显困惑的样子。谢慕之微微低头，有趣吗？是学生分神了。非也，我倒是觉得你这样便更通达情理了。人生在世，不光求学问，莫知你习得的学问早晚要用于通达世间的情理。若是不懂得情与理，岂不是平白读了许多无用书啊？莫知谨遵老师教诲。贺先生也不着急与他理解，假以时日，想必莫知会明白今日他说的话。我们继续吧。所谓思无邪，便是一个诚字，坦率心声，是为磊落。老师，今日给他们留的功课是什么？贺先生虽不明就里，但是总觉得这个问题似乎与他刚才的出神的思考有所关联。刚好现在讲到磊落，他觉得莫知便是听懂了思无邪。今日让他们抄写千字文，除此之外，还要画最喜欢的事物。说完之后，他就见谢慕之的脸色顿时有些异样，看上去竟像是脸微微涨红了。沈柳柳从谢慕之的书房离开，蹲在一旁的树下面就在想，谢慕之不让他画，那他应该画些什么？谢府的花花草草虽然好看，屋子院子也很漂亮，但距离他认为美，好像还差了那么一点。突然，他鼻子微动，一阵香味就传了过来。今日怎么这么奇怪？老太太竟然现在要拿炸丸子过去。是呀，老太太平日的口味可不是这样的。我是听说，夫人去了老太太那儿，老太太才让厨房重新做了菜端过去。你瞧，这不光是炸丸子，还有水煎虾饼呢。那还真就有点奇怪。两个丫鬟说着话过去，食盒里面菜肴的香味也逐渐离去。沈柳柳一拍小手，有了，今日除了美丽的谢墨汁，还有美味的炸丸子。看了一眼丫鬟走过的地方，沈柳柳用力闻了闻，香味就是从这个方向传来的，那边是厨房没错了。厨房本就离小饭堂不远，顺着飘来的味道，柳柳没费什么力气就找了过去。窗子和门都开着，里面的厨娘们正忙活着，好几个厨娘凑在一块围着桌子上的一盆炸丸子。你们都尝尝，看看今日的丸子与往日有什么不一样了。其中一个胖胖的厨娘开口，
其余的人也都按照他说的，挨个拿了去尝。没什么不一样啊，我吃着跟往日差不多。是不是这次的面放的有些多了？今早新来的肉，难不成是比往日新鲜了？突然，一个与众不同的童音奶里奶气的响了起来。没什么不同啊，和中午的一样好吃。你是今日来府上念私塾的吗？是啊，我叫沈柳柳。你就叫我刘婶子吧。小柳柳，你跟我说说，这丸子真的那么好吃吗？刘婶子，是真的好吃。我吃到这个丸子的时候，就感觉回到了山上，好多草的味道都混合在里面。什么草？就是这个草，还有这个草和这个草，都在这个丸子里面。看向他指着的草，刘婶子才明白过来，小柳柳说的是混在丸子里面的几味佐料。你都放了这些在丸子里？没错，一样不多，一样不少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这订阅吧。些你都能吃出来？沈柳柳点了点头。刘婶子，你们的丸子做的真的很好吃，就比我最爱的包子差了一点点。可是今日我没见到包子，贺先生让我画今日最喜欢的，我可以画你们的丸子吗？小柳柳，婶子再问你几个问题，你都好好回答我。婶子不光让你画丸子，这些丸子都送给你，好不好啊？好啊，婶子，你问吧。刘婶子拿出了刚刚做好的水晶虾饼。小柳柳，你来尝尝这个，里面有什么馅料啊？接过虾饼，柳柳咬了一口。这个虾饼里面倒是比中午吃的虾饼少了一点香味。哎呦，可不是，因为芝麻中午就用完了，鲜的明日才能到，我就没放芝麻。柳柳又咀嚼了2口。虾肉也没有中午那么软弹了。就是啊，中午刚捞上来的鲜活小河虾，这会儿的虾早就死了。刘婶子总算是看明白了，这小柳柳的舌头和一般人不同，就是能够吃出食材之中的各种味道来。他的师傅曾说，这便是长了饕餮的舌头，万万人之中也未必有一个。没成想竟是让他给遇到了。小柳柳，你说的包子里面都有些什么馅料呀？这饕餮舌头喜欢的包子必定不是一般的包子，少爷要是喜欢吃丸子，那自然是要变换着花样去做。小柳柳若是吃过更好吃的馅料，想必可以帮助他提升丸子的口味。柳柳对着摆满佐料的台子闻一会儿，很快就挑了3样出来。这3样是包子里面有的，还有一些你这儿没有，不过我家里有。刘婶子一听可高兴坏了。明日你带了过来，婶子给你炸更好吃的丸子，怎么样？真的？我还可以带回去给娘吃吗？当然了。他今日拿了婶子的丸子，明日给婶子送草，那就是还礼了。刘婶子，我现在可以画丸子了吗？画，你们都让让，给柳柳腾地方。点个订阅吧。等到柳柳回了亭子，木兰轩的兰花已经画完了，连一早溜走的许端阳也回来了。你喜欢的东西是黑炭吗？你知道什么？这叫鸡括。什么？沈柳柳觉得这东西好像在哪听过，又不太记得。许端阳，日后有机会，你将你做的那些鸡括带过来，也给同窗们看看。沈柳柳画的是中午吃的炸丸子和虾饼吗？贺先生说的没错，就是丸子和虾饼。什么呀？就知道吃，最喜欢的竟然是炸丸子和虾饼，没出息。中午你啃鸡腿的时候，样子才认真呢。贺先生来到了木兰轩的身旁，看着那一株静立的兰草，画工显然是练习过的。他眸光深沉地看向木兰轩。木兰轩，这就是你最喜欢的吗？木兰轩一顿，随即点了点头。母亲说，女子应如兰草一般，姿态端庄。贺先生脸上的笑意淡了些，但仍旧点了点头。今日写的千字文，木兰轩是最好的。画的功课嘛，
沈柳柳和许端阳并列是最好的。穆兰轩脸上的笑意顿时就凝住了。沈柳柳和许端阳并列，那剩下的岂不是只有他了？今日的私塾到此结束，各位可以回家了。跑得最快的自然是许端阳，走之前看到沈柳柳，还不忘对他比了个鬼脸。沈柳柳压根没在意这些，他收拾好刘婶子送的丸子，一心想要早点回家分享炸丸子。等到两人都走了，贺先生，我想知道为什么我的画画功课没有他们的好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贺先生，我想知道为什么我的画画功课没有他们的好。是呀，为什么呢？先生，您是觉得我喜欢的不特别吗？木兰轩，我今日留的功课是要画自己最喜欢的。沈柳柳画的是丸子和虾饼，虽说是常见的菜肴，可他丝毫不扭捏。刘端阳画的鸡拓也不拘泥于旁人的眼光，只有这样才叫做真正的直抒己见。那么我现在再来问你，为什么呢？穆兰轩似乎明白了一些什么，倘若他心中喜欢的是丸子和虾饼，也能如同柳柳那般有勇气地画出来吗？又或者如同许端阳那样，喜欢的东西不为人所知，他也愿意将它展示出来吗？还有贺先生真正问他的问题，这到底是他的喜欢，还是他母亲的喜欢呢？先生，兰轩似乎是懂了，不过兰轩还需要想一想，究竟真正喜欢的是什么。这堂课能让你懂得这个道理，就永远不算迟。有些人终其一生都无法参透，你现在大可慢慢去想。还不去问问你儿子做了什么好事？天津啊，今日你都做什么去了？赚银子呀。你是去赚银子还是去花银子了？我问你，你在村里收那么多的麻布料和香囊绣帕做什么？要不是今天有人告诉我，我还被蒙在鼓里。你买吃的就算了，买这么多布料和香囊有什么用？银子是不是烫手啊？你不花出去不舒坦是不是？点个订阅吧。你不花出去不舒坦是不是？看来奶奶已经知道了。奶奶，你看。沈老太太愣住了，她快走两步，去翻了翻布包里的银钱，又疑惑地看向沈天津。这是哪里来的500文钱？奶奶，我都说了，我今日出去赚银子去了，这些是今日赚的。老三，你今日是不是又打了什么野货，让天津去卖？今日我娘出门去了，我就没上山，一直在家中照顾天水呢。怎么了？那你是卖了什么东西？就是奶之前说的麻布料和香囊绣帕呀。那些东西不都是你从咱们村里买的吗？没错，他们卖给我，我又卖给了其他人，这是中间赚来的银子。天津呐，我真没有想到，原来你还是一块从商的料子，这个办法是真不错。你别说啊，你买的这匹马可是立了大功呀，不然怎么能往返县城这么快呀？这样的事情，你难不成要做一辈子吗？奶奶说的没错，这营生不会做一辈子，现在不过是先积攒些银钱。赶紧收拾收拾吃饭吧。叫老二一家来吃饭吧。今天可真丰盛啊，不光有炒的肉，还有白饭，还有鸡蛋呢。这是你们做的炸丸子？这是今日柳柳拿回来的，说是谢府厨娘送她的。谢府的厨娘为什么要送你丸子？咱们沈家虽说不是什么高门大户，但是也绝对不能去他们家要饭吃。柳柳，你大哥既然一心送你去读书，你只要好好读书就成了。不是要来的，是刘婶子主动给我的。明日我会给刘婶子带谢礼回去的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我会给刘婶子带谢礼回去的。这炸丸子多贵呢，你能带什么回礼呀？柳柳，你可不能跟你哥似的，花钱大手大脚。奶奶，你放心吧，是刘婶子想要之前我采回来的那些野菜，所以说才送给我炸丸子的。这一天天的都是什么事儿啊？吃完了饭，陈氏和二沈齐氏留下收拾桌子，沈天津就拉着柳柳在院子里溜达。
柳柳，你跟大哥说说，谢府厨娘怎么会知道你采的那些野菜呢？柳柳什么事情也不瞒着沈天机，就一五一十的把过程说了。他还说我是饕餮舌头，大哥，怎么饕餮呀？他说你是饕餮舌头。对对，不都是一个意思吗？饕餮呀，就是上古的一种神兽，据说是吃过世上无数的美食。柳柳，大哥问你，那日你吃过了包子，就能够吃出里面的馅料。若是让你搭配馅料，你觉得你能配出跟包子里面一样的味道吗？大哥，我也不知道，不过我吃过的东西就是能知道里面都放了什么。今日炒的肉，娘至少多放了小半块油。柳柳，这个事情往后不要再对人说了。为什么啊，大哥？他有这样特殊的能力，若是让心存不轨之人知道了，那只怕是会给他招来祸患。但是沈天机又不想吓到柳柳。柳柳相不相信大哥？沈柳柳自然是点头。那好，那大哥希望这是柳柳跟大哥之间的秘密。秘密是什么？柳柳明白吗？就是只有咱们两个人知道的事情，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没错。大哥，我觉得谢家做的菜真的好好吃啊，跟三婶做的差不多了。柳柳，你还记得三婶做饭的味道？是啊，我记得有一年做年夜饭，三婶包的饺子可好吃了，饺子皮擀的又薄又不会破，一口咬下去，里面的汤汁先流了一嘴，别提多香啦。柳柳，等你四哥身体好了，再让三婶给你包饺子吃，好不好？大哥，四哥哥的病真的快好了吗？放心吧，大哥一定会让他好起来的。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吃三婶包的饺子了。嘿嘿。不光是我们，大哥会让很多人都能吃上咱们家包的饺子。今日是第2日来谢府。怎么了？瞧着你，今日可不如昨日那般高兴了。倒是也没怎么，就是想着待会儿又要学看不懂的字，我就高兴不起来。娘说了，识字是有些枯燥，可日后若是目不识丁，是要被人笑话的。沈柳柳像是听懂了，但又没怎么听懂的点了点头。喂，我算是知道你是谁了。我还能是谁？我就是沈柳柳呗。我昨晚回去问过我爷爷了，他说沈家就是咱们村最穷的人家，你大哥沈天君也没有什么名气嘛。点个订阅吧。他说沈家就是咱们村最穷的人家，你大哥沈天君也没有什么名气嘛。我也没跟你说我大哥很有名气啊。那你昨日还说什么你是沈天君的妹妹？我的确就是沈天君的妹妹啊，你爷爷不也是这么告诉你的？许端阳被沈柳柳这副无所谓的样子气到了。我说的根本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爷爷是李正，李正你知道吗？他管了5个村子呢。你哥既没有钱，也没有管村子，你凭什么能来这里上私塾，还敢跟小爷叫板？我看你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。贺先生，你们方才说的话我听到了。我又没说错，他家的确是村里最穷的。贺先生看了看一直都没说话的沈柳柳。你觉得他说的对吗？贺先生，他说的都对，可是那又如何呢？哦，你仔细说说。许端阳的爷爷是李正，那就是说他爷爷是很厉害的人，可以管5个村子，还让村子之中的人信服他。莫兰轩的姨祖母是谢家的主人，谢府这么漂亮又这么大，自然也是很厉害的人。可是那又怎么样呢？他们是他们，我们是我们。我们沈家虽然现在是村里最穷的，但是我们家的每个人都在努力的赚银钱。或许现在我们是最穷的，以后我们就不穷了呢。点个订阅吧。以后我们就不穷了呢。贺先生嘴边的笑容越发明显。沈柳柳，你说的很好。可是，贺先生，我们好歹家中都是有身份，可他凭什么跟我们一起上私塾？因为沈柳柳的兄长有难能可贵的精神，他为了救人，自己差点被溺毙，
扪心自问，你是否有这样的勇气呢？刘刘，你的兄长真厉害。大哥是很厉害，但是我希望成为和大哥一样厉害的人。蓝轩，我们一起努力。好。两个小姐妹的互相鼓励，让许端阳看在眼中。沈柳柳，我不知道你大哥是这么厉害的人，这一次算是我不对，我给你赔礼道歉，不应该说你，对不起。没有怪你。没想到他竟然还这么有气度，这更是让许端阳涨红了脸。他点了点头。行吧，今天的事情就这么过去了，以后你也是小爷的朋友了。婉娘啊，你别怨天金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婉娘啊，你别怨天金，咱再怎么样也不能再把银子白白给庸医了。你是不知道，天金和柳柳在山上挖到一个灵芝，还用这个去求见了杏林堂难得见到的大夫，这才给天水拿来药方。他对天水那是没得说的，那卖了银两的灵芝，要是对天水有用，他肯定不会拿去药房的。你就放宽心吧。既然天金说了会想办法治好天水，那他肯定不会食言的。娘，我这些天身子的确比前些日子有力些。即便是他不说，林氏自然也能看出来，他不过是回了2-3天娘家，平日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的天水，现在都能下地了。天水，你这身子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？就是觉得累，可比前些日子清爽了不少，也更想吃东西了。我再出去盛点饭。天水，你等会儿啊。他这边刚推开门，就看到了端着包子兴冲冲过来的沈柳柳。三叔，我来给你们送包子啦。哎呦，赶紧进来。天金，进来啊。我就不进去了，我在这等柳柳。天金，你进来吧，三婶有话想跟你说。听到林氏这么说，沈天金也不好只在门口站着，跟着柳柳也就进了屋子。沈天金坐在了桌旁的小凳上，等着林氏开口。天水是我唯一的儿子，他这身子一天好不起来，我就提着心过一天。最严重的时候，他也就只提着一口气。30文的药喝了那么久都没有用，5文钱的药我更不放心，我太害怕了。天金，这些日子是我不对，我给你赔个不是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这些日子是我不对，我给你赔个不是。大哥，娘是因为关心则乱，日后我养好了身子，定然会报答你的。你只管养好身子，没有什么报答不报答的。三婶只有你一个儿子，我也只有你一个四弟，不论花多少银子，找什么药材，我都会让你恢复如初的。咱们沈家少了哪个都不行。听完这番话，沈天水的眼神之中顿时充满了惊愕之色，好一会儿他才缓过神来。大哥说的是。天金呐，若说不相信你，那也是早先的事情了。跟你去了一次县城，我对你有底，你只管去做，有什么能够帮得上忙的，三叔第一个挺你。谢谢三叔。沈家现在的情况，光是只有大房一家的支持做不成大事情，他需要沈家上下都能拧成一股绳，这样他才敢在县城开始他的计划。只要天水的病能好，三婶下半辈子的命都是你的。你要我干啥，我绝对没有二话。三婶严重了，往后需要三婶出力的地方有很多，只是眼下天水的病是最重要的。我明日去县城，便跟药铺的掌柜约好日子，带天水进县城里面看病。柳柳，咱们回去了，别打扰你四哥休息。四哥哥，你要多吃一些，身体才会好得快。等你身体好了，咱们一块出去玩。一言为定。三房的包子送完了，跟三婶的心结也算是打开了一些。不过沈大那边可就没有那么好运气了。娘，这包子是谢府厨娘包的，可好吃了，你尝尝。老大呀，咱们能吃人家谢府施舍咱们多久的饭呢？点个订阅吧。就这么一句，把沈大噎得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天津真的在努力赚银子呢，这不是我说的。我今日夏天去干农活，那些个人都在说呢。他收了村上好多东西，都是拿到县城去卖的。虽说他花了20两银子买了匹马，可好歹这马也被我们白买不是？老大呀，
他得赚多少年钱才能把这20两赚回来呀？再说了，你知道他那马整日吃什么吗？不是草，是粮食呀！咱们往日吃的那些粮食都给那畜生吃了。沈大挠头，这事儿其实他知道。可是娘，咱们现在也吃大米和细面了，那些粮食剩了也是剩了。你懂个啥？沈老太太叹了口气，今年的日子怕是不好过呢。娘，咱们今年夏收的收成不错，过些日子农忙过了，我再算算，现在看来可比去年的多上不少呢。老大，你才种多少年地？你娘我可是在田地埂子里面长大的，今年夏收的收成都好，娘早就听说了。可你想过没，秋收的时候呢？沈大一愣，秋收的时候也好呗。你种地这些年，有没有比今年夏天收得更好的时候？还真没有。哼，今年这收成我们都留了，怕是10几年都没见过这么好的收成了。听娘一句劝，你回去啊，跟天津也商量一下，今年秋收怕是什么都收不上来，我估摸着可能是个荒年要来了。沈老太太一边摇头一边叹气，点个订阅吧。娘，你这说些啥呢？那在地里好些年的老庄稼汉都没这么说，他们说估摸着秋收能比这个还好呢。我跟你说的这些，你千万别跟旁人说，更不要说是我说的。这话沈老太太本来不会说的，要不是这几日家中闹得没个安宁，她也就自己把这话吞到肚子里了。娘，到底是咋回事？你是昨晚做梦梦见啥了不成？今年夏收你多留一些粮食，少卖些。娘，粮食卖的少了，咱咋交税呢？管你儿子要去。我瞧着天津信誓旦旦的，肯定不会少了税银。总之，粮食不许多卖，只把存不住的卖了，剩下的留着过冬。行，娘，我瞧着你方才也没吃啥，这包子你趁热吃，我就不打搅娘休息了。走吧。沈老太太一脸的不愿意多说，沈大爷不找不痛快，起身就走了。看着大儿子走了，他掐手算了算日子，估摸着老二也应该回来了，希望家中还有一个清醒的人。对比其他两边，陈氏这边的包子送的叫一个快。大嫂，我们早就吃完了，我和天木本来吃的就不多，刚才也都吃好了，这包子放在我们这儿也是浪费，你拿回去给孩子们吃吧。这包子挺好吃的，要不你们尝尝？大嫂，我们真的吃好了。其实陈氏也未必想不到，其实这些日子都是跟着沈老太太的态度走，跟三房那边不同。沈二一直在外面做工没有回来，其实也一直都是他们几个里面最聪明的，点个订阅吧。还不知道二房到底是作何打算。陈氏也不好总是热脸贴冷屁股，他笑着点了点头就退了出来。一家4口送完了包子，很快就回到房子里面坐着，只是各自都带着不同的心情。他爹，剩的这几个你明日一早吃了吧，夏天有劲儿。二弟妹他们没要，唉，娘那边我送了，就是没见着他吃，也不知道。爹娘不必担心，奶奶也是一心为了咱们沈家着想的。咱们的日子若是过得好了，奶奶早晚都会高兴。至于二叔跟二婶那边，我觉得也只是时日长短的问题。天津呐，我方才就想问你了，你怎么还弄了2只鸟回来啊？这鸽子是朋友送的。那还是2只信鸽。大哥，这个鸟的脚上有一个小筒子，上面还画了画。这是我和陈怀互相联络用的。哟，这就是信鸽呀，吃的还怪胖的。可不是，在咱们村里飞，会不会被打了去吃肉都不好说呢。爹娘，这鸽子平日就别放出去了，给它弄点吃的，养得熟悉些再往外放。若是有什么急事，我在县城里没有回来，你可以用信鸽给我送信，我见到就回来了。这鸟真能送信呢？当然。沈天津和程准是试过的，而且这鸽子的速度要比马快上许多，不用跟马儿那般绕路，从这里飞到县城，估计最快的话1炷香就能到。沈天津现在只是担心，
这东西可千万别被谁家的弹弓给裂下来当野味吃了才好。明日各有各的事情，一家人早早也就睡下了。第二日，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他今儿怎么了？平日就够疯的，今儿比往日还疯些。哼，这事儿你不知道也不奇怪。他爷爷今日来了，许端阳的爷爷李正爷爷来了。他这么疯干嘛？他爷爷一般10天左右会来谢府一次，过了今日他就正常了，我都习惯了。快来人呀，有人落水了！好像是许端阳落水了，我们得去看看。我孙子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他呛进去的水都吐出来了，可是这人不见醒过来啊！到底是谁一直伺候的？连个孩子都看不住。徐老爷，是奴婢在伺候的，可是奴婢实在没拦住徐小少爷。徐礼正上去就是一巴掌，将丫鬟直接打倒在地。倘若我孙子有个3长2短，我扒了你的皮！徐老爷子，还是先看看端阳怎么样了吧。贺先生，你见多识广，赶快看看杨儿这是怎么了。贺某实在是不通医术，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可是我瞧着这嘴唇颜色不对，还是应该尽快找郎中过来瞧瞧，不能耽搁时辰啊。这嘴唇的颜色倒像是中毒了。中毒？说，我孙子都吃什么东西了？徐小少爷什么都没吃，倒是跟沈姑娘吵了架，然后跑出去就落水了。你是不是对我杨儿做了什么？站在一旁的谢墨之往前迈了一步，想要说话，却被谢老太太一个眼神给逼退了回去。祖母，这丫鬟一看就是想要推卸责任。沈姑娘不过5岁。墨之，我栽培你多年，便是要你谨言慎行，你学到哪里去了？祖母教中的事，点个订阅吧。我是与他吵了一架，我不光今日与他吵架，我日日都与他吵架。可我不会因为这个就下毒害他。他是我的同窗，我们还说要一起好好读书的。丫鬟显然是没有想到沈柳柳竟然能当众将话说得如此清晰。我一直和柳柳在一起写字，他没有下毒。事到如今，咱们还是先将端阳送到县城去医治为好。谢老太太尽加马匹一用。今早夫人要去城郊还愿，匹马都不在府上。他什么时候走的？走的虽早，可若是要回来，只怕还要再等上2、3个时辰。这可如何是好？不然就用牛车拉过去。牛车拉上他也得2个时辰。再说，他刚刚溺水，不能随意移动。要真是坐牛车去县里，只怕路上就得没命啊！我有办法。你这小丫头，赶紧回亭子里休息，别在这添乱。我没有骗你们，我大哥有马。老太太，沈家少爷的确有1匹马，这几日都是骑马来的。你大哥人现在何处？我大哥一早就去了县城。你大哥人在县城，如何能够得知我们这边的消息？等到他回来，只怕杨儿……我还没有说完。我家有信鸽，可以给县城之中的大哥送信，让大哥知道这里有人需要医治，带了郎中回来，也不过就是片刻的事。你家有信鸽？真的？那还等什么？赶紧找人去给你家大哥送信。你们找个腿快的，速速去沈家。这边派了人去沈家，那边谢老太太就安排了个偏院，让人将许端阳给抬了进去。徐老爷，这次许家小少爷的事，的确是我们谢府没有看管好，点个订阅吧。我老婆子提前给你赔个不是了。谢老太太言重了，杨儿从前就贪玩，这次若是真的有个好歹，也是他自作自受啊。徐礼正即便心里不是这么想，可也不敢在谢老太太的面前过多表现。旁人可能不知道，但他太清楚谢老太太的能力。李正爷爷、谢奶奶，你们不要担心，等我大哥将郎中带回来，许端阳就会好起来的。是吗？你这么相信你大哥吗？我大哥言出必行，他说只要给他送信，就一定会赶到的。老太太，沈少爷到了。什么？华大夫爷爷。病患在何处啊？在里屋呢。大哥，你这么快就来啦？大哥还以为是你出了什么事情，当然着急了。想必这位就是谢老夫人吧？在下沈天金。沈天惊，
老身是多次听到你的名字，今日终于是见到你了。沈天金也是久闻谢府老夫人大名，多谢你今日带郎中赶来府上。谢老夫人言重了，听闻是柳柳的同窗病了，自当是应该尽一份薄力。坐吧。多谢老夫人。柳柳吓到了吗？许大阳落水的时候我们没看到，但是看到他从水里被捞出来的样子，像极了那时候的大哥。柳柳心中就有些害怕了，怕他醒不过来。柳柳不用害怕，日后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了。大哥将郎中带来了，你的好朋友会没事的。你难道还不相信华大夫的医术吗？华大夫很厉害的，4个个都好了许多呢。大夫，这样就没事了？还好老朽来得及时，不然你这孙子怕是没命了。点个订阅吧。不过现在是没事了。但是，大夫，我孙儿现在还没有醒过来呀。过一会儿就醒了，不用着急。华大夫辛苦了。辛苦什么？不过就是进去看了2眼，扎了2针，总共也没费什么功夫。我孙子现在还没醒过来呢。华大夫瞥了他一眼，实在是懒得搭理徐礼正，倒是对沈天金说：“还磨蹭什么？不赶紧带我去你家看看？”是。等等。徐礼正彻底不高兴了，居然不把他放在眼里。我孙子没醒之前，谁都不许走。小子，我来之前，你可没跟我说过，这老头子这么难缠。老头子？你说谁是老头子？你一脑袋白头发，比我看上去老多了。华大夫，华大夫也没太将眼前这位老太太当回事儿。怎么，你也不准老朽走？只是想问问，华大夫是否从京都搬到了这里啊？没有，老朽可从来没去过京都。哦，那敢问华大夫全名啊？老朽名华一。华大夫看来还是有要事在身，今日先送华大夫离府吧，老身改日专程去感谢华大夫。华大夫有请。能走断然没有不走的道理，华大夫赶忙就迈步出了堂屋，逃似的离开了院子。沈天金看向沈柳柳：“我晚一点过来接你。”柳柳没事的，大哥快去吧。谢老夫人，你这就将他们给放走了？我孙子还没醒过来呢，万一……徐礼正稍安勿躁，既然是华大夫说段阳没有大碍，那便是没有大碍了。点个订阅吧。谢老夫人，我先带着2位姑娘回去读书了。墨汁也回去温书。是，祖母。晚上吩咐厨房多做几个菜，将沈少爷、沈姑娘留下一同用膳。是，老太太。华大夫，莫不是你要走到我们家去？还是上马吧？你小子呀，真是把老朽害死了！你们这穷山沟子，怎么还会有京都来的人？谢老夫人年纪也大了，认错也是可能的。华大夫，你是从京都来的吗？不是，老朽可没去过那地方。对呀，老朽就是不承认，这老太婆能奈我何呢？华大夫，咱们走吧，四弟还在家中等着。2个人骑着马，一会儿的功夫就到了沈家。这是你家？寒舍简陋，还请别见怪。这也太简陋了一些吧？今日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啊？娘，没事，这位是给四弟看病的华大夫。原来是华神医啊！哎，不要叫神医，10个神医9个半都是骗子，还有半个不救人。是，我这就去找你三婶，你们先去看天水吧。华大夫，这边请。原本在床上躺着的沈天水，看到沈天金带着人进来，就起身依靠在了炕边上。大哥，这位是救你性命的华大夫。哎，话先不要说太早，能不能救还要再瞧瞧。很快，陈氏和林氏也迈步走了进来，见华大夫已经抽回了手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我儿子的病如何呀？你儿子还没死呢，怎么就要哭上了？太晦气！大夫，我不哭，我儿子能救吗？能不能救，还是要看你这个当娘的如何做了。大夫，
求你给我儿开个药方吧。我说，你记着，第一，他平日饮食必须以清淡为主，最好每日有鸡蛋，有肉。好，华大夫。第二，近半年一载的，尽量少离开屋子。第三呀，你日后少哭一些，就是要哭，也要找个没人的地方，哭完了也别让旁人看出来。这与我儿的病有什么关系？自然是有大关系的。我方才说的这3样，你可是都记下来了。大夫，那药方……等到这小子将老朽送回药铺，再写给他，让他抓回来。华老爷子，瞧你说的，我给您带出来了，自然是要平平安安送回去的。你这小子呀，坏得很，老朽不再上你的当了。说罢，华大夫站起身迈步，便走出了屋子。眼睛啊，华大夫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三婶，你就只管照着华大夫说的做，天水的药我这就去抓。华老爷子，我弟弟的病，他呀不是什么病，他那个叫天生体弱，这孩子打从生下来身子骨就没好过，不是大病就是小病，好也好不利索，再遇上那么1、2个庸医，就落下了病根儿。往日他吃的那些补药，东西是好东西，但是吃到他肚子里，可就都变成催命的毒药了。他本就身子虚，这些大补的东西一进去，身子便更虚了。他那个娘啊，简直就是勾魂的阎罗，随时等着勾他儿子的命呢。怎么会呢？怎么不会啊？他这天生体弱，最怕的就是动思动情。他娘整日哭哭啼啼，那能不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吗？那他可有痊愈的希望啊。好好养着就成了。回去我给他开几副温补的药，这是药3分毒，过些日子他恢复的差不多了，药也可以停了。只要静心养着，用上个1年半载，就能跟你一样上蹿下跳了。多谢华大夫救命之恩，沈天金日后一定报答。用不上报答，以后少坑老朽，尤其是那个谢家，你要是真想报答我，就给我挡着点，这事儿都是你惹出来的。那是自然。姓谢的到底是哪个呀？华大夫低头思沉了一会儿，突然猛地抬头。姓谢，该不会是那个姓谢的吧？怎么，华老爷子是想起什么了？没有，什么都没想起来。小子，我劝你啊，离那家姓谢的远一点。沈天金又问了几句，可是华老爷子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再多说了。沈少爷，里面请。柳柳下学堂了。徐端阳醒了，他们2个人都在那跟着说话呢。徐立正说一定要当面谢谢你，让我在这候着，请你进去。谢老夫人。徐立正。沈天金，小伙子，英雄出少年呢，早就听说过你见义勇为，这回多亏了你的快马，如若不然，我的孙子怕是性命堪忧啊！点个订阅吧。徐立正过奖了，还是华大夫医术高超，我也不过是凑巧。我听闻，最近村里人都将东西卖给你，借由你的马匹拉到县城里去卖，可有此事啊？确有此事。而且听闻，你给乡亲们的价钱，比他们自己拿到县城去卖还要高上不少。现在家家户户都不用上县城摆摊子了，对你可是赞不绝口呢。谢老夫人抬举了，不过是做个营生罢了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有想到呢？村口的老张头，就是赶牛车那个，前些日子他刚跟我说买了一块地，不准备拉牛车了，咱们村也就靠他才跟县城之间有往来，不然你接了他的活计如何呀？小沈呐，这个活计当初可是张老头争取了很久才给他的，一来呢，他是个热心的人，帮助乡亲们也符合你的本意，二来呢，若是平日里遇上什么事情了，你只管来找我，由我这个李正帮你做主，往来村里和县城的银钱呢，也都归你所有。你看
是不是很不错呀？沈天静，徐礼正既然选中了你，那想必是觉得你有这方面的才干。如此一来，你沈家在咱们陇山沟村也能被人称道了。既然是这样，那沈天津就接下这份活计了。日防夜防，倒不如大大方方的收下。多谢两位。咱们村地处偏远，正是需要你这种热心又年轻的人处理。既然我接了这个活计，还有几件事情想跟徐礼正商量商量。没关系，你有什么不懂的只管问我。点个订阅吧。先说马匹可以带去县城的，买货卖货都按照所带货物售价收银钱，我收1成。再有就是马匹带不去县城的，过重的粮食猎物等就按照重量收银钱，每7日一趟去县城售卖，照样用牛车拉人拉货。小沈，你这是一早就想好了？是，与家中父亲商量过了，一早就已经想好了，想着找个合适的机会去拜访李正时再说。啊，原来是这样啊。你说的这个按照所带货物收银钱，你是作何打算的呀？县城之中到底是卖了许多村里不常见的，往日用牛车往返时常过久，马匹便不同了。倘若李正想要吃县城铺子里的花糕，早上派人告知我，不过晌午便吃到了，兴许还是热的。好，这个好啊！1块花糕30文，只要多付你3文，这交易就成了。没错。好，好，明日呢，你先给我送去10块县城西铺的油酥糖，杨儿醒了，怕是要闹着吃呢。这是沈天津提供的高端服务，当初也是专门给村里地主们设计的。没想到李正成了他第一个客户。明日一定会送到。爷爷，杨儿，你怎么样了？本来也没什么事儿，我就是睡了一会儿。好好，赶紧坐下吧。点个订阅吧。柳柳，这么晚了，你还没走呢？婶子，这里面放了什么啊？柳柳，你要是喜欢吃啊，记下了之后告诉我，明日我给你做新的。咋还藏在袖子里？脏了就不能吃了。柳柳不是不想吃，带来是想告诉婶子，这里面有包子馅料里缺的东西。这么一提醒，柳婶子才想起来，之前柳柳说过，即便是加了红油的包子，还是差了一点点味道。想来差的就是这么一点了。他接过柳柳手中的小炸糕，掰开了之后闻了闻，这是用高汤放入了馅料，然后再裹上面炸出来的。若说能放在包子之中的，那也就只有高汤了。柳婶子，那我们能再做一笼包子吗？柳柳，你跟婶子说说，你为什么想要做出和包子铺味道一样的包子？包子铺的包子太贵了，要5文钱一只，而且太远了，每次大哥带我去县城我才能吃到，可是家中的人都吃不到热乎乎的包子。就因为这些吗？柳婶子不知道在期待些什么，但仍旧有耐心的继续问。婶子，我吃过了你做的菜，就觉得那个包子也不是最好吃的馅料，好像还能做出更好吃的，所以我想试试。柳柳现在的这个回应，就是柳婶子想要听到的。犹豫再三，柳婶子还是问出她一直在想的话。柳柳，要是让你跟着婶子学做菜，你愿意不愿意？愿意呀。这还用考虑吗？往后就可以靠自己做出好吃的菜了。柳柳根本不犹豫。婶子，我肯定好好学。柳柳，你若是答应了婶子，日后不管你怎么哭闹，可是都不能放弃学做菜这件事。不会的。婶子，日后我想吃什么都能跟你学吗？想吃什么自己做去，我只教你做的方法，不教你食谱。这是柳婶子能想到唯一不浪费柳柳天赋的方法了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沈天津带着柳柳回到家中的时候，家里早就已经吃过了饭。陈氏和沈大也不意外，两人吃过了饭。你刚走没多一会儿，谢府就派了人过来，说是你和柳柳都留下吃饭了。谢府咋还请你过去吃饭了，天津？沈大回来就听说这事儿，只是有头没尾的，就等着天津回来问他呢。
沈天金就将救了徐礼正孙子的事情给说了。沈大听了之后直点头。天金啊，你咋总是能救上这些个有钱有势的人家呀？这问的沈天金也有点无可奈何，他是没想着救人，还不都是因为那个小团子。小团子本人正献宝似的拿出了包子。娘，你尝尝这回的包子。你拿给你爹尝尝。天晶呢？柳柳每次回来都带包子，这让旁人看到了，总是不太好吧？娘放心，这事儿我放在心上了。我给三叔他们送点，二婶那边，娘你拿过去吧。提到了二婶，陈氏竟是欲言又止的看向了沈大。我去吧。爹，二婶那怎么了？没啥，你二叔回来了。沈二回来了。行，我先给三叔送包子。这事儿想要从沈大嘴里问出点啥，怕是不容易。不过他不担心，不是还有个实诚的三叔吗？点个订阅吧。天金呐，这么晚还有包子呀？还是热乎的，谢府做的，带回来尝尝。六六没来，他跟娘在屋里呢。简单应了一声，沈天金就问道：身子好些了吗？好些了。只说了这么一句，并不再开口了。倒是林氏看着沈天金亲切了不少。他今日都能自己下地走走了，没让他出门，就是在屋里转转。有好转那自然是好事。沈天金点了点头。天金呐，我今日上山带回来野鸡和兔子了，放在后院的笼子里。明早你给带去李大掌柜呢。成。三叔，你会赶牛车吗？那咋不会啊？可是你问这个干嘛呀？大哥的老牛在地里，也用不上驾车呀。张叔买了块地，不赶牛车了。今日去谢府见过李正，他想找个人接班，7日去县城一次。我想着这个回去，三叔你能抽空去不？那感情好啊。沈三本就强手利脚，过些日子入了冬，山上没什么能猎的，他正愁没什么事儿干呢。我这不用7日去一次，3日去一次也成啊。那行，这事姑且先定下。后日三叔有事吗？我想上山猎点东西，再采些药送去杏林堂。猎点啥呀？最好是有点稀罕的，咱们上山找一找。点个订阅吧。你是觉得你三叔年纪大了，准备给你三叔接班呢？不是，三叔身强力壮，还用不着我接班，是想猎点东西送到谢府去。沈天金没有细说，但是三叔低头看看手上的包子，也明白了。哎呦，我这脑子也是笨，天天吃着人家的包子，咋就没想到这个事儿啊？咱们沈家虽然穷，但是不能穷志气，是得往来一番。我明日先上山挖2个大陷阱，后日啊，咱们爷俩上山看看能弄点啥回来。事儿说的差不多了，沈天金就把话头一转。刚听我说二叔回来了。沈三的反应与沈大不同，他一吧唧嘴。可不咋呢，刚回来就不消停，跟你爹在饭桌上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的。果然是有点事情。沈天金垂了垂眼眸。因为银子的事情？那可不是嘛。哎，二叔回来先去找了娘，自然是知道了这些日子你管钱的事儿，反正是不太高兴。二叔一家跟三叔一家可是完全不同。二叔沈二平日内敛不多言语，可也是3个兄弟之中最有威望的一个。行，三叔三婶，你们早一点休息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天金，跟你二叔可千万别硬来啊，他那可是软硬不吃，眼里只有娘一个。我倒不是说我和你爹不孝顺，只是没有他那么顺着娘。你爹还是维护你，他就有些不愿意。怎么说你也是个做小辈的，别让你爹不好做。点个订阅吧。别让你爹不好做。知道了，三叔。三叔虽说是个糙汉子，但是说的这几句话很是在理，沈天金也听进去了。第2日一早，沈天金送柳柳去谢府，在门口套青木的时候，就见到二叔走出来。2个人就这么隔着院子站着，沈天金对着他点了点头。二叔回来了。沈二看见他，自然也听到他说话，但却没有回应，只是站在那看着他。
等到沈天金把柳柳抱上马离开大门，他回头的时候，还看见二叔目光深沉地看着他的方向。一个晌午很快就过去了，柳柳虽然已经在心中立志要好好读书，但他实在对这些条条数数弄不明白。等到中午休息的时候，他拉着蓝轩问：你今日有没有觉得许端阳怪怪的？你这么说，他好像今日话特别少，是不是落水了之后脑子就不太好啦？小爷的脑子好着呢，你才脑子不好。哼，许端阳，你今天干嘛鬼鬼祟祟的？也没啥，昨日我回去，我爷爷说了，我能得救亏了你大哥，我就是想谢谢他。说完之后，他走过来，从袖口掏出来一样东西，放在了沈柳柳的桌上，然后偏过头去看向另一边。这是什么啊？就是之前我画过的那个鸡廓。许端阳想了想，又补充了一句：不过这个是改过的，是我爷爷请了工匠给我做的，我一直没舍得用，送给你大哥。看着这小小的东西，沈柳柳想了一会儿。既然是你的好意，那我就收下了。不是给你的，是给你大哥的，你可不要偷偷留下了。放心吧，这东西送给我，我还不喜欢呢。谁要送给你啊？点个订午阅吧。膳之后，谢幕之照例先走，只是这次他刚刚出去，沈柳柳就追了上去。谢小哥哥，我有话想要和你说。怎么，你今日是又留了什么功课要画？不是，我就是想问问你啊，对，我想问问你，包子好不好吃啊？谢幕之面色一顿，他觉得包子的味道的确不错，甚至昨夜还派了小厮去厨房。可谢府公子爱吃包子这事，若是传出去，岂不是有损谢府脸面？味道还不错，这已经是他能给出比较高的评价了。那你是不是喜欢吃里面的馅料啊？这是个什么问题？谢幕之皱了皱眉头，难不成他还愿意吃外面的面皮吗？馅料的味道还不错。前些日子的炸丸子是不是也不错？尚可。归纳了一下谢幕之的回答，柳柳觉得似乎自己好像找到了一些相同之处。谢幕之是不是喜欢圆圆的馅料啊？那你最喜欢吃什么呀？你为什么要问这个？没什么，就是好奇呗。哼，之前刘婶子说我是因为吃过的东西太少，所以才喜欢吃包子。我就想问问，你们吃过很多好吃的东西，会不会觉得包子好吃？你真的那么喜欢包子？其实不只是包子，所有的食物我都喜欢，只不过包子是我吃过最好吃的。点个订阅吧。尤其是昨天的包子，里面有种特殊的味道。特殊的味道？是啊，吃完了之后觉得这里满满的。沈柳柳的小手放在自己的胸前，很快乐的味道。他这样倒是逗得谢幕之弯起了嘴角。你确定不是肚子满满的？柳柳把小手又往下移了移，放在肚子上。这里也满满的。说完，抬眼笑着看向谢幕之，他方才的一抹笑容还没完全散去，浅浅淡淡的留在嘴角。柳柳有些愣住了。你笑起来更好看了，应该多笑笑的。意识到自己竟然笑了出来，谢幕之连忙偏了偏脸，留下一只微红的耳朵对着沈柳柳。他轻咳一声，某要回去温书了。也不等沈柳柳再说话，他就迅速转身离去。给大哥。袖剑，这是那个小胖子送给你的。袖剑，他说是鸡廓。是鸡廓的一种。他低头翻转仔细看了看，袖剑做的极为精致，上面甚至还雕了竹节，一套共配了5枚精致的小剑，用的是皮绳做配，大小可以自由调节。这东西若是离得近了射出，足够一击毙命。这是给你的。给我？是啊，他要谢谢你，是让我转交给你的。我不要，这东西怪怪的，我不喜欢。你除了肉包子，别的都不喜欢。我还喜欢大哥呀，
这东西本就得来不易，尤其是在这穷乡僻壤的村里，算得上是好东西。现在虽说没有能用到的地方，但沈天金想了想，还是把袖剑贴身放好。东西我收下了，明日替我谢谢他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他们的出发点从来都是一致的，就是如何能够让沈家更好。虽说方法不同，可沈天金有信心，两个人能够达成一致。两个人说话的功夫，大门打开了。大哥，老三，刚好你们也回来了，一起坐下谈谈吧。沈大和沈三互相看了一眼，虽说沈大是老大，而沈三平日最能咋呼，可两个人都有点害怕沈二。天金呢？咋回事啊？不等沈天金开口，沈二先道：趁人都在，我们就说个明白。倘若你想管沈家的钱，那自然得让沈家上下都得服你。要做顶梁柱，那家里的事情都要事无巨细的安排好，家中吃穿用度一样都不能短。这第一样便是税银，你凑好了先交给老太太去。沈大犹豫了片刻，税银不是还要再等上2个月吗？这么着急？若是他拿不出来，难不成我们便要等死吗？沈二定定地看向沈天金。3天之后，20两税银要交到你奶手上。沈天金勾起嘴角一笑。二叔，20两，3天，是不是有点着急？沈天金想要扛沈家的大梁，那自然是得将10个人都背在脊梁上。二叔是想让他明白，这个家到底是不好当的。可他早就明白这个道理，而且他非要当这个话事人不可。3天，我一定痛痛快快的放到奶奶的面前，二叔大可以放心看着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回到家里，气氛莫名压抑。回来了，快先去看看你奶。沈天金莫名，他最近也没干什么出格的事儿吧？奶，二叔，我回来了。沈老太太端坐着，微微颔首，说道：天金，你想管理家中事务，从这些日子来看，你是能挣钱，可花的也不少。但你爹和你三叔都站你这边，天水的身子也日渐转好，我也没什么好说的。可这事儿，你还得你二叔点头。这会儿沈天金总算弄清楚了，他这还得经过二叔的考验呢。天金啊，我回来之后才听说你落水了，娘跟我说你不太一样了，现在看来确实也不太一样了。沈天金也不甘示弱。是吗？我倒是觉得二叔也有些不一样了，平日从来不多言语，今日倒是也站了出来。若不是因为家中事，我自然是不愿多言语的。确实。沈天金勾唇一笑，若不是为了家里过得更好，我何必出来闹腾这一番呀？倒是二叔从前没看出来，你倒是有家中顶梁柱的样子。从前如何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家以后如何。沈天金一直都知道，二叔是家中的聪明人，比起沈老太太来说，其实他更愿意跟二叔坐下来谈谈。点个订阅吧。这只是第一件事儿，别着急用尽全力，后面可有你忙的。说完了这句贴心的警告，沈二迈着步子就离开了堂屋。天金呐，20两银子你拿得出来吗？拿不拿得出来，还得看三叔了。明日上山，看来要卖点力气了。这是包在你三叔身上，明日啊，咱们猎点好东西回来。山上的东西能卖几两银子都算多的，剩下的10几两你去哪儿弄啊？沈天金简单算了算，前些日子卖了货的剩余还有个8两左右，这几日往来村里与县城之间，多多少少也赚了一些，一共加起来差不多10两。银子从来都不是他担心的事情，整个沈家，二叔是一颗定心丸，倘若二叔肯跟他站在一处，他就能安心在外拼天下。爹，我会想办法的。二叔说的没错，倘若20两税银我都拿不出来，更别提掌管我们沈家11口人了。沈天金希望沈大能够安心，毕竟现在是农忙的时候，陆陆续续已经开始收成。要是沈大心不在焉，只怕是会影响夏收。天金，要是再缓上几日，今年的收成下来，
我就能卖了赚些银子。他刚说完，却又想起沈老太太的话，不由得皱眉叹气。唉，可惜呀，你奶不让我卖呀。奶不让卖粮食？是啊，可能你奶年纪也大了，今年收成这么好，快赶上去年的2倍了。要是都留下来，就算咱们自己吃也吃不完呢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奶没说为什么要留粮。对于沈老太太的反常，沈天金还是很上心。嗨，你奶说今年秋收怕是要闹粮荒，怎么可能呢？娘年纪也大了，今年别说是地里了，山上的收成都比往日好。天金，你别担心，今日三叔还列了一块好皮子，明日去集市卖了，多少能贴补一些。说完就将手上的皮子往桌上一放，这是他刚才在山上包的，还没有晾晒干净。三叔，平日里你就是这样直接拿到集市上去卖的？是啊，咋了？这皮子你别看现在不咋地，卖的可好了。能卖多少银子呀？三叔跟你说，就这野皮子，肉皮匠们都愿意收，少说也能卖上几百文。明日咱上山，猎不到大货，就多来几个小的，也能凑上几两银子。沈天金却沉默了下来。他们去山上猎了皮子，其实就是一手的货源，只能价格不高的卖给揉皮匠们。可如果自己能付上手工费，把揉制好的皮子卖到方氏的商行里，岂不是免去了他人赚差价？到时候收入囊中的会更多。三叔，你认识揉皮匠吗？咋了？有几个熟悉的在县城，平日呢都是把货卖给他们，给我的价也不错。等明日出了山，我带你去看看。成。叔侄两人商量好，3个人各自起身回屋。沈大拉住沈三，低声道：老三啊，这回你多帮衬点，等到下收之后，银子我想法子给你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说啥呢，大哥？天水这条命啊，多亏了天金捡回来的，我有多少我都给天金。再者说，我也从来都不是管银子的命，不是给天金，就是给了娘。只是我觉得娘年纪大了，天金有这份心想要管家，也是难得呀。家中的担子应该是我这个当老大的背，没想到最后落在我儿子的身上。大哥，天金是干这个的料，一样的东西在我手上卖不到银钱，到了他手上，那可是值好多银子呢。自从跟沈天金去过县城，沈三算是彻底对沈天金信服了。说到底，他还是年纪尚轻，有什么事情，你这个当三叔的还是要多提点他。沈三苦笑着答应了，可是心中实在没觉出有什么能提点沈天金的。他爹，你觉出来没有？天津落水之后，有些不一样了。觉出来了，更心疼妹妹了，更顾家了，更照顾弟弟了。我说的不是这个，我是觉得天津好像比以前更厉害了。他咋变样，不也都是咱儿子？况且男人长大就是一夜之间的事儿。你不会也信了那神婆子吧？胡说啥呢？我自己的儿子，我能不知道？就他吃饭走路的样子，都跟从前一个模子。就是神婆说的这个话，让我心里不舒服。我看你呀，就是儿子一下当家了，你心里就有些适应不过来了。还当他是那个穿开裆裤的男娃子呢。点个订阅吧。被沈大这么一说，陈氏长长出了一口气。以前呀，总觉得天津啥都不操心，就想赶紧给他讨一房媳妇儿，好让他长大。现在反倒觉得他越来越有当家的样子了。你说这是咋回事呢？这就是爷们儿啊！行了，别多想了。我倒是觉得天津以前也是有心思的人，只是不说出来吧。他现在这样挺好，我今天跟他三叔聊了聊，他三叔对他可是很放心呢。老三的确没得说，现在三弟妹的心结也都解开了。老二那边呢？说起老二，沈大的语气也沉了下来。老二那个性子你也不是不知道，他心里想啥，嘴上能说出来，3分都是多的。我瞧着呀，他就是想要试试天津，看看他到底能不能当这个家。老二也是的。说起沈二，陈氏就忍不住多说了几句。他算是你们兄弟几个里面最精明的，按理说你们这辈里头让他当家也没毛病，可他平日什么都不管，
现在天津想要当家，他又站出来，是啥意思呢？这你也别问我了，我俩虽说是兄弟，可我更看不明白他。要不然你去跟二弟妹透透口风。你还不知道，二弟妹贼精的，老二对娘上心，二弟妹就整日围着娘转，平日与我说话也都是客套话，都是说3分藏着7分，我能探出什么口风来？知道陈氏说的没毛病，沈大也长长叹了一口气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唉，咱们当爹娘的算是一点也帮不上天津呢。我看啊，这事还是让天津自己想办法吧。我就在家给他把饭做好了，你下地多收些粮，也算是帮衬他了。成。陈氏和沈大的声音不大，可是尽数落入了沈天津的耳中。爹娘的关心让他心里沉甸甸的，他对沈家有责任，也有必须要沈家好起来的理由，心中想着就沉入了梦中。大哥，我们去那边看看，有没有给蓝轩采的花苞吧？在前面不远就是我放陷阱的地方，我先去陷阱那边看一看，收一收里面的东西，你们不要乱走，就在这附近。好。沈天津点头，就陪着柳柳往另外的方向走了过去。大哥，你看那是什么花花？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？这些看上去倒不像是花，有些像是果实。这东西好像能吃。大哥，我觉得这个味道有点奇怪。哪里奇怪啊？总觉得好像在哪里闻到过这个味道，好像是在杏林堂。虽说沈天津也觉得有些似曾相识，但是杏林堂只有药，怎么会有这种果实？突然他的脑海之中一个念头一闪而过，不及多想，他连忙弯下腰，用小铲子顺着这株果实往下去挖。点个订阅吧。大哥，你是在挖什么呀？沈天津挖了几下就直接敢用手挖，似乎是害怕碰坏它一样。很快他就挖出了半个姜黄色的身子，眼神之中是掩饰不住的高兴。六六，你可真厉害！大哥，这到底是什么呀？怎么有些像是厨房用的姜啊？这是人参。大哥，你看那边是什么呀？沈天津一抬头就看到一只通体洁白的狐狸，只是这只狐狸正呲着牙，目露凶光地看向柳柳。六六，你不要乱动，慢慢走到我身边来。只是没走2步，那狐狸突然就跳了起来。沈天津跃起一步，就把柳柳抱在了怀中。六六不怕。狐狸没有扑过来，倒是扑向了沈柳柳方才所站位置的背后。大哥，原来那边还有一只狐狸。另外的一只狐狸体型更大，也是通体雪白，它弓着身子正与小白狐对峙着。看来他们是不小心就卷入了狐狸的争斗之中。大哥，你觉得他们谁会赢啊？按个头来说，还是体型大的占优势。虽说大狐狸占尽优势，可明显小狐狸更加凶狠。只是对峙了片刻，小狐狸就飞冲了上去，一嘴狠狠咬住了大狐狸的脖子。大狐狸用力挣扎，小狐狸力量不敌，最终被摔得飞了出去。2只狐狸都天上挂彩，可眼中的凶狠倒是丝毫没有颓减。稍事喘息，2只狐狸就又一次咬在了一处。速度之快让沈天津看不清楚究竟是谁占了上风，只能看到2只白色的纠缠在一起。几次之后，小白狐明显有些力竭，可即便身上有伤，它依旧奋力地扑了上去。大白狐也是发了狠，一个甩头就将冲上来的小白狐狠狠甩在了一旁的树干上。大哥，小狐狸是不是要死了？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虽说是动物之间的争斗，可到底有些血腥。这点都害怕，还嚷着要和我们上山来打猎。若是再打些再大点的野兽，你怎么办呀？大哥，我们也要杀了他们吗？这个时候自然是没有什么保护动物一说的。柳柳的这句话倒是越发让沈天津想要保护他善良的天性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尽量不这么做。这些弱肉强食就让他来做就好，而他的小六六只要用心热爱这个世界就好了。就在2人说话的时候，
刚才被甩到树干上奄奄一息的小白狐竟突然跃起了身子。大白狐显然是顿了一下，可就在这一个刹那间，小白狐精准地咬住了他的喉咙，甚至连让他挣扎的机会都没有。沈天机眯了眯眼，他刚才甚至小白狐已经是必死无疑了，没想到竟然能绝地反击，甚至还一击毙命了大白狐。小白狐在确认大白狐已经死了之后，一瘸一拐地往身后走去，那个位置是他誓死没有退让的位置。就在那里，传来了一声柔弱的叫声：“大哥，那只好像是小白的孩子。”原来小白狐的奋勇无双，是因为身后孩子的安全。他若是不争下这一片领地，只怕他和孩子都要死。大哥，我们可不可以不要杀他？沈天金在柳柳的小手上轻拍了2下，示意他放心。猎户向来有个规矩，打不打小，打公不打母。若是见到母兽和幼兽，大多都会放生。他转脸看向小白狐，小白狐则是警惕地看了他2眼，最后用嘴叼起幼崽，转身离开了。大哥，小白好厉害啊！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是啊，他很勇敢。将柳柳留在原地，沈天金走过去查看那只大白狐。大白狐的喉管被咬开，已经一命呜呼。沈天金抓起它看了看，就扔进了药篓里面。柳柳，咱们去看看三叔吧。柳柳点头，拉住沈天金的手，就往刚才三叔走的方向去找。三叔，天金，你来看看，这是啥呀？这是野猪。哇，好大一只野猪啊！我可是好久没有见过这么大又这么笨的野猪了。天金，这不是天上掉银子吗？野猪可以说浑身都是宝，肉质鲜美紧实不说，连野猪皮也是极好的御寒衣物。这么大一只野猪，居然能刚巧落在陷阱里，这也是极好的运气了。三叔，你仔细瞧瞧这野猪，是不是身上带了伤？还真是呀，瞧这爪子抓的血道子，够利的。这地方还是太深了，能够猎到这只猪，已经算得上是顶好的运气了。咱们这就回去吧。你要给朋友摘的花选好了吗？大哥，我就摘这个吧。这有啥可摘的？大山上漫山遍野都是这东西，一点都不稀罕。三叔，蓝轩跟我们不一样，他没办法亲自来山上，兴许从来都没有见过这种野花，我想让他瞧瞧。也是，他们生在富贵人家，反倒是这种寒酸东西成了稀罕。摘吧摘吧，正好咱们爷俩把这野猪给弄出来。点个订阅吧。正好咱们爷俩把这野猪给弄出来。这一趟上山可以说是收获颇丰，光凭沈天金的马是运不到县城的，于是还同上次一样找了张叔的牛车。张叔看到的时候眼睛都直了。老三，天金，这山上现在这么富裕的吗？我都多久没见过野猪了？哎呦，别说你老许没见过，我一共都没见过几只啊。今天这只赶巧就是送上门来的。天金，打哪来的白狐狸啊？这东西可值钱了。白狐的价格，不管是在什么时代，那都是相当稀有罕见的，不光是色泽漂亮，更重要的是保暖御寒。沈天金大致将遇到狐狸的事情给三叔讲了，三叔的嘴更是笑得合不拢。今天是个好日子呀，进山没一会儿功夫就能逮到这么多好东西，还真是老天爷开眼。沈天金倒是将视线落在了六六的身上。大哥，怎么啦？没怎么，大哥就是觉得我们柳柳肯定是小福星呢。这可是可遇不可求的好东西，刚刚断气足够新鲜，正是晚膳的时候，王员外家中摆寿宴，这野猪可是能派上用场了。这就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当下李大掌柜就拿出10两银子，看得沈三眼睛都直了。这野猪值这个钱？或许往日未必这么多，可今日赶巧了。嘿，你呀，真是我的福星，每一次不是给我雪中送炭，就是帮我锦上添花。李大掌柜客气了，这野猪皮我们想要带走，不知道可不可以？只管拿走。那我们就拿走了，多谢李大掌柜。李大掌柜，这附近有没有老练的揉皮匠啊？揉皮匠啊，这可是手艺活。不过我听说，大多数的揉皮匠都不会给别人做活计。
那就多谢李大掌柜了。沈小兄弟，我们之间谈些也未免太见外了。不过前些日子我倒是见过一个小伙子，他年纪不大，可我瞧着揉皮的手艺确实不差。那两兄妹也是前些日子来这附近打听铺子，不知道找到门面了没？那附近可有同色武器的商行？我想去瞧一瞧。旁边这家德信行算得上是100年老店，而且还是省城商行的分支，不光是大有来头，而且还能做到店虽大但不欺客。那李大掌柜先忙，我们等下过去看看。今日还去吃包子吗？不吃啦。怎么这么快包子就吃腻了？不是，我已经会做比这个包子还好吃的包子了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我已经会做比这个包子还好吃的包子了。你这小丫头口气可真是不小。你可知道后面那家包子铺虽说门面小，可在这县城也算是小有名气，光是做包子就做了几10年。你这么快就能做出比他家还好吃的包子了？是真的。大掌柜叔叔，下次我们再来的时候给你带我做的包子好不好？好啊，我可是期待的很呢。天金呐，没想到这野猪能卖上这么好的价格，你离20两还差多少？三叔再给你加把劲儿。够了，这就够了。你小子行啊，那些银子都是你这几日跑县城赚的。沈天金点了点头，这2日卖货和替人带货差不多就赚了2两有余，除了辛苦些，倒是个来钱的稳定办法。哼，老二还说给你3天时间，这一下你1天就凑齐了，我倒是想看看他脸上会是什么颜色。三叔，我听说旁边是一家商行，我们进去瞧瞧吧。沈三一抬头就看到了德信行的牌匾。哎呦，这家商行可厉害了。三叔也知道，来过县城的没几个不知道，这里面可都是上好的东西，一般人家都是买不起的。天金，还是不去看了吧，咱们这身打扮就容易让人看不起。点个订阅吧。来者皆是客，若是他们真的待客不周，那日后自然也就不用再去了。客官是来卖货的还是来买货的？都来瞧瞧，你这边可有皮子出售？有的，客官这边看看。客官瞧瞧，这边都是我们德信行上好的皮货。这块皮子卖多少银钱？这皮子是狍子的一整块皮，能够做1身衣裳。我瞧这与客官的尺寸正合适。这一件是去年的旧货，这个时候来买可以算客官便宜些，4两银子。4两？现在还是夏中，若是等到入了秋，这皮子至少要涨到5两银子。天金，咱们再去别处看看。我们再去别处看看。客官比对好了，可以再来德信行。多谢。客官，哎，你这背后的白狐皮卖吗？咱们店里可以给个好价钱。今日不准备卖，改日若是有要卖的货，我再过来。上好成色的白狐皮，咱们店里能出到10两到20两银子。客官若是想卖，随时再来。天金，要不让他们瞧瞧。三叔，咱们今日还有事，改日再来吧。沈三虽说有些恋恋不舍，但他觉得还是听沈天金的没错，就跟着一同离开了德信行。天金，这白皮胡子这么值钱呀？我之前也猎过狐狸，可惜那狐狸皮子被我给打碎了，才卖了4两银子。三叔之前卖的狍子皮多少银钱？嗨，这家店真是黑店呀！这么大块的狍子皮，我卖去集市不过1-2两银子，在他们这儿居然要4-5两银子了。三叔，带我去看看你那些熟识的揉皮匠们吧。点个订阅吧。老周，近来生意可好啊？这里味道大，要不你去牛车上跟张叔一起等我们。刘刘也觉得这里实在不好闻，就点了点头。之前在县城把小团子弄丢的事，还让他心有余悸。这回他是将小团子亲自送到张叔的手上，才又折返回了棚子里。他再进去，两人已经攀谈起来。沈老三呀，今日又来送货吗？我今日新打的皮子，你瞅瞅。老周往里面看了一眼，面上明显带了喜色，可很快又恢复如常。这野猪可真不小，哎，就是可惜你这皮子也太碎了一些，不然还能卖上个高价。上次我剥皮的时候，你还说我那块太大了，剥得不均匀，我这次才弄得小了些。
咱们也是老来往了，我也不挑你这件，一共加起来我给你2两银子，如何？才2两啊？你看我这么老多呢。你这野猪皮子也不值几个钱儿，到了外面卖不上什么价，也就是咱们俩都这么多年了，我才跟你收的。你再去旁人家问问，怕是都未必会要。不等这边沈三开口，沈天金就走了过来了。这是我大侄子沈天金。你呀，也多劝劝你三叔，别整日眼高手低，现在咱们这一行都不好做呢。周叔说的是，既然这野猪皮子也不值什么钱，不如我们自家留下做冬衣，想请周叔给我们把这皮子给揉制了，我们付手工的银钱。这可不成，这么多的皮子弄起来费时费力，揉皮我也不好收你们几个钱儿。再说了，这野猪皮子这么多，你们也用不上。家中老小11口人，还是能够穿得过来的。周叔不如说个价钱，我们商量商量如何？点个订阅吧。你这侄子不懂事儿，哪里有单叫人揉皮的？这些加起来，我给上你2两5，已经算上咱们的交情了。既然你不愿意帮忙揉皮，那就算了，我们再去别家。哎，我这不是替你着想，就算我给你揉皮了，这些东西你还要拿去再做衣服，做的不好岂不是浪费了好东西？这样吧，我给你出3两银子，你干脆去买几件好点的冬衣。老周，我不是因为银子多少，我是因为……得了，沈老三，你去别人家也不会再多多少，你就留下来卖给我吧。哎，不谈了，不谈了。等到沈三拎着麻袋走出了小棚子，老周还追出来。要不3两5，不能再多了。周叔，下回再见吧。见什么见呀？没想到老周竟然是这种人，这点野猪皮还能卖上3两5，一开始他居然只给我2两。若是三叔想，这野猪皮4两也是能够卖到的。此时你若是回去喊4两价钱，周叔也是会收的。天金，你的意思是，他平时都在压我的价钱？他奶奶的，这个老周是坑了我多少银子？三叔，这也算不上是坑，再说都过去了，咱们也只当是个教训罢了。三叔是老了，也弄不清楚这里面的弯弯绕绕。三叔，你有打猎的手艺就足够了，剩下的就交给我来吧。没事，我还认识一个老赵，我再去他那问问。我去看一下六六。三叔，你问过之后就来张叔的牛车上找我们。成。张叔，六六呢？张叔伸手一指，哪儿呢？说是认识那个卖头绳的阿姨，要过去聊聊。我在这看着呢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没事吧？将小团子放在地上，沈天金单膝跪地，仔仔细细地将他检查了一遍，见他没有受伤，这才长叹一口气。公子，多谢公子救命之恩。不必谢我。他只是冲过去救他家六六，若不是他刚巧将六六护在怀中，自然也不会救到他。公子，你的衣衫都破了，到我家铺子里给你补一下吧。缝不好了，算了吧。缝的好的，真的，我针线活不错，能给你缝好的。此时倒是柳柳转头看向女子，姐姐，刚才谢谢你救我。不是的，多亏了这位公子救了我。姑娘，我们还有要事在身，就不多打搅了。田姐，你这是咋了？没事。这群畜生，平日卖皮子给他们的时候，一个个都笑脸相迎，现在啊，想让他们给我揉皮，一个两个的都翻脸不认人。这事情倒是沈天金意料之中的，而且他刚才看过了德信行的皮量，就觉得这些揉皮匠不光是赚了手艺钱，还从中克扣了不少货源的银钱。三叔，别着急，我们再找找附近的，看看有没有其他揉皮匠。哎，谁让咱们自己没本事呢？姑娘，我们就先行告辞了，你自己多当心。我哥是揉皮匠。你哥？真的。公子，我哥手艺特别好，你跟我一同回铺子看看吧。我们的铺子在城西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城西？沈天金皱了皱眉头。可是在飘香楼的附近。女子点了点头。我们是刚刚在那儿找的铺子。还真的这么巧？
沈天金挑眉看向他，难道他们就是李大掌柜口中的那对兄妹？不管怎么样，还是要过去看看。既然这样，就一同上牛车吧。姐姐，我叫沈柳柳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柳柳啊，哼，真是个好听的名字。我叫秦白韵。沈天金听到名字之后，不由得多看了他2眼。这名字听上去不像是一般人家取出来的，再看他面上也没有风霜痕迹，倒像是个养在深闺的千金。感觉到沈天金的目光，秦白韵羞赧地低下了头。公子的名讳可否告知呢？我叫沈天金，这边就是我家铺子了，各位请这边来。跟着秦白韵，沈天金不由得皱了皱眉。这铺子不单是偏的可以，而且还十分破旧，怎么会有人做生意做到这个地方来？铺子不大，甚至连牌匾都没有挂上。秦白韵刚刚进去，就有一个男子迎了出来。这位是我兄长，秦东漠。几位是来买货的？秦白韵赶紧将方才沈天金救了自己的事情告诉了兄长，然后又说，他们身上带着皮子，想要找柔皮匠。这位兄台，救令妹的事情也不过是举手之劳。我们身上带着今日刚刚猎来的野猪皮，要给家人做一身御寒的衣裳，想找人揉皮，出个手工钱，不知道你是否愿意？点个订阅吧。原来是这样。既然各位帮了佳妹，我自然也是要投桃报李的。你们的皮子麻烦拿给我看看。这皮子是你自己揉制的？秦东漠点了点头。我虽说年纪比不上集市那群人，不过手艺还是不差的，你尽管放心好了。你被那群人排挤到城西来的，是吗？公子是怎么知道的？难道是听说了吗？你的手艺好，又不挑活计，这些人自然是仰仗着在县城的年头久，所以才会欺负你。这些人眼中丝毫容不下旁人，若是比他们好的，更是容不下了。我们兄妹2人初来到县里，原本只想靠手艺糊口，只是没想到市集那边根本容不下我们2人。既然是这样，你们要不要和我们合作？合作？你们的意思是？麻袋里面的野猪皮是我们今日刚从山上猎下来的，还有这只白狐皮也是。看到白狐之后，秦东漠的目光明显一亮。这白狐的皮毛真是上等的好皮毛啊！知道秦东漠是个识货的人，沈天金脸上的笑意更浓了。我们能够猎到的东西不差，你的手艺又好，到时候我们的皮货卖了好价格，咱们就一同分钱，不知道你意下如何？我瞧你们这身打扮，不像是县城之中的人。我们是龙山沟村的，背靠大山，这些野货也都是新鲜打来的。见他心存顾虑，沈天金耐心解答。至于你们所说的合作一事，容我再考虑考虑。这次给你们揉制这些野猪皮子，全当是感谢对佳妹的救命之恩了。既然是要合作，那自然是急不得。其实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，这白狐皮希望也能帮我一同揉制，银钱方面一同结算。这白狐皮你们不打算卖吗？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秦东漠倒是有些诧异，狐皮珍贵，按说应该是客观确定要什么东西之后再开始揉制。狐皮揉制的方法多种，只有现在定下做什么才能开始揉制。想做一个狐皮毛领的大厂，在你们这儿可以做成衣吧？韵儿，大厂做的吗？做的。沈公子如果看得上，可以选一下料子。大厂的料子就由你做主吧，是送给老人家的，颜色要庄重，质料呢要轻便防寒。天金，你就把那白狐皮放在那儿了，能不能放心啊？三叔放心好了，说不定我们这次真的是遇到宝了。这话怎么说呀？我瞧着那小子和你年纪相仿，嘴巴上连毛都没长全，揉皮的手艺行不行还不知道呢。三叔，你没有仔细瞧过他们揉制的皮子有什么区别吧？周叔的皮子薄厚不一，可若不仔细瞧也瞧不出什么，但德信行的皮子细嫩而且均匀，跟我在秦东漠铺子里看到的不相上下。你是说秦东漠揉的皮子跟德信行卖的差不多？倘若我们真的能跟秦东漠合作，日后皮子想要卖去德信行应该不是难事，即便是德信行不收，我们也可以自己卖。沈天金粗略算过，
若是放在程准那里卖，赚的银钱想必要更多。但拿狍子皮来讲，往日三叔卖上1两银子的，现在可以翻个4倍。三叔可搞不明白这些弯弯绕绕，我只管上山给你打皮子，剩下的都交给你。也好，那就辛苦三叔了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这一个晌午也就过去了，一行人随便找了个小铺子，吃了肉汤和饼，就直奔杏林堂而去。花爷爷，送给你花花。小丫头，你留下给老头子做个小药童怎么样？不要。你这丫头不做药童可惜了，每次都能给我带来药材。这也是药材？紫地花丁，清热解毒，凉血消肿。近来不是夏收吗？许多人来找这个，我们都快断货了。今日你们送来的可多。今日不是来送这个的，想给您老瞧瞧这个。小子，这人参你也识得？只认识个大概，就是凑巧罢了。你们这些个凑巧，怕是认识药材的人都未必能找得到呢。确实不怎么了解，老爷子瞧瞧，这几株人参可能入眼。今年的小参倒是长出了10几年参的模样，不错。大哥，咱们怎么在山中随手一采就都是草药啊？你这丫头还真敢说，这人参不好找，便是熟识人参的，进了山说不准要多少日才能找到一株。是因为柳柳呀？若不是因为他眼尖，哪里能轮得到他去挖这人参？我们柳柳是个小福星。这几只小参留下吧，我就不按大小和你估算了，5株给你10两银子，账房领银子去吧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能卖上这个价钱，沈天金也算是满意，更何况他们都是老来往了。花老爷子，我四弟的病，新的方子我已经开好了，待会儿叫柜台给你抓药，等到这一副吃完了，他的身子应该能够进县城了，到时候带过来给我瞧瞧。那成，多谢花老爷子的救命之恩。哎，此言差矣，行医为的就是治病救人，有什么救命之恩呢？今日药房缺药缺得紧，你若是得空，把这紫地花丁给我搬来几筐。沈天金应下，又开口问：为何缺药了？你在村中对你影响不大，怕是不知道，今日呢咱们这边不太平，说是朝廷出兵剿匪。华老爷子开了个头，却又不想细说，干脆摆了摆手：这件事情和你我都无关，过好日子就行了。华老爷子话糙理不糙，朝堂上面的事情，他们这些小老百姓无权过问，只要过明白自己的日子就成。只是听说调动兵马，沈天金的心中暗暗盘算，这种时候说不准是要多交税银的。二叔让提前准备，不知道是不是歪打正着。聊了一会儿，华老爷子也不多留他们，知道回去的路远，便将事情都交代给了柜台师傅。等到沈天金带着沈柳柳下楼来的时候，药都已经抓好交到三叔手中了。这药钱总不能每次都不要啊。点个订阅吧。沈三叔放心，师傅早有交代，过几日沈兄弟带了紫花地丁来换，就不走银钱了。沈天金心中倒是暗笑，华老爷子也是个做生意的好手。这紫花地丁虽说不太值钱，可运到县城多费力气，不过这些力气活他自是不去计较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有劳柜台师傅了。你们带来的药虽不多，可大都是金药材，辛苦多跑几趟了。好说。离开了杏林堂，一行人就坐着牛车往回走。柳柳起得早，还累了一整天，回去路上枕着沈天金的大腿就睡了。倒是沈天金低头看着自己手腕子上的袖剑，沉思起来。若不是有这袖剑，还不知道方才那马会不会撞到六六。他在县城认识的人不多，瞧着马车上跑下去的人，总觉得格外眼熟，到底是什么人？费尽心思非要跟他们过不去呢？还是等下次再来县城的时候，托程准打探一番才行。眼下的事是要抓紧把家中的生意做起来，他一个人背着11口的开销，到底是不行的。咋样啊？近日我们都听说了，你们练了只野猪。董山沟村到底不大，谁家有个什么动静，那都是很快就家喻户晓了。可不是。沈三脸上掩不住的高兴，还是天津厉害呀，这野猪卖了10两银子呢。那看清好啊。林氏的脸上也带了笑意，他看向天机。
你娘念叨你一天了，你赶紧回屋，让她高兴高兴。今日去看华大夫了，人家说了，这一服药喝完，天水就能自己去县城了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到时候人家再给仔细瞧瞧。这华大夫真是神医，我们天水一日比一日好了。若是继续服药，说不准啊，真就和常人无异了。放心吧，肯定能的。沈天金带着柳柳回了屋子，刚一进门，陈氏就迎出来了。回来了。娘，今日去了县城，20两已经赚到了。真的？天金，你别是怕娘担心，所以才……没有的事，上了山运气好，拿去县城就卖了20两。我们柳柳从来不说谎，告诉娘，是不是真的？娘，三叔和大哥抓了好大好大一只野猪，还有像姜一样的草药，就是卖了20两呢。那我们柳柳呢？一直都乖乖的吧？娘，20两当中的一半都是多亏了柳柳呢。是吗？我们柳柳这么能干呀？是啊，娘，大哥说我是小福星呢。是呀，我们柳柳就是小福星。啥事儿这么高兴？是不是野猪卖上好价钱了？爹，税银凑齐了，咱们这就把二叔叫上，给奶奶送过去吧。咋这么快？天金，我真没看出来，你竟然有这两下子呀！我就说我儿子长大了，是个顶天立地的老爷们儿了。可不比你强。是，那肯定是，你生的儿子比我强。二叔，我来看看奶奶。空手来的？自然不是，税银我凑齐了。你奶在里屋，一块进去说吧。今儿又是什么大日子？怎么都来了？奶奶，前些日子是天金做的不对，不应该顶撞奶奶，特意给奶奶赔礼道歉来了。点个订阅吧。沈老太太看了他一眼，没说话。天金，还不给你奶奶跪下磕头？行了，都这么大的小伙子了，跪什么跪？奶奶，这是今年要交的税银，天金已经攒好了，交给您收着。真是20两银子，天金，你哪得来的？多亏了三叔和柳柳，算是齐心协力得的。奶奶放心，这不是坑蒙拐骗来的，都是卖了东西，人家掌柜给的银子。你这是卖了多少东西啊？沈老太太捧着银子，忍不住又数了一遍。娘，你这数多少遍都是20两。天金现在长大了，知道照顾家里了，也知道给家里赚银子了，这不是好事儿吗？天金呐，你咋突然之间这么会赚银子了？奶奶，这银子不光是我一个人赚的，里面有咱们沈家所有人的功劳。天金呐，咱们沈家就没有出过经商的，你别嫌奶唠叨，这商不好做。你辛苦半辈子得来的，说不定一下子就没了。你还是做点正业，趁着你现在还年轻，别把好青春给耽搁了。奶奶，天金现在也长大了，这些事情都可以自己斟酌衡量了。娘，你瞧天金现在也出去了，咱家税银也不发愁。真要说种地，不是还有我呢？守一会儿还有老二和老三，咱们家多一个他从商，那也不是坏事儿。点个订阅吧。沈老太太仍旧不说话，沈三也跟着凑过去了。娘，我都多久没见过这么多银子了？你说咱家还有谁能像天金这么往回拿银子的？换了别人家，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听了两个人的话，沈老太太的态度丝毫没有软化的迹象。这从商一不小心就要倾家荡产，咱们家哪里经得起这样的折腾？好不容易啊，日子才好起来，咱们为何还要去冒这种险？娘，要不听我说两句。老二，你来说说。从商讲究一个经验，天金如今能往回赚银子，大都是占了运气的成分。这话我说的没错吧？二叔说的对，能赚来银子却不去干，这是什么事儿啊？从商的确有风险，不过家中现在也是需要渡过难关的。我倒是认为从商未必一定行不通。沈老太太略带不满的抬眼看向沈二。老二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娘，家中前些日子连买米的银子都没有了，家中的开销也都是靠我们兄弟三人。天金那一本，除了他能赚些银子回来，现在个个都是要张嘴等着吃饭的。天金现在拿回来的银子都是救命的银子。说到底，之前也都是三个兄弟撑着11个人的口粮，沈天金那一辈除去他，
柳柳年纪还小，天木痴傻，天水握变，老三天火从容音信全无，家中大都认为他不会回来了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老二，你说的咱们都明白，可现在天津从商是赚银子，若是日后亏了，天津光会赚银子，不知道如何花，那也是白赚。现在家中的长辈都在，你也说说看。沈天津这才明白，原来二叔这是给自己机会，只要能够说服在座的人，那就等同于也能说服奶。家中的衣食住都是大事，赚了银子，自然是要先让这三方都改善起来。这些改善好了，还是要留一部分存银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再剩下的银钱，我再拿去从商。我觉得让天津从商也不是不行。我赚的银钱先留在娘身边做存银，剩下的按照你所说，先将家中的衣食住行改善了再看。你们都觉得如何？沈二说完就看向沈大和沈三，这两个人本来就是赞同沈天津从商的，自然是点头认可。娘，该干的我们继续干着，天津那边先让他试试，倘若他真是有从商的能力，也算是一件好事儿。听着沈二说完，沈老太太在心中也算了一笔账，让天津去赚银子，不光能将沈二赚的银钱存在身边，而且还不用开销家中的大小用度，怎么说都是一件好事。他担忧地看了一眼沈天津，天津呐，你一个人赚的银子要养一家人，你可是想好了，从商这条路不好走啊。奶奶，我想好了。要是你非要从商试一试，我也就不硬拦着你了。不过丑话说在前面，你若不是那块料，趁早回来跟你爹去种地，听见了吗？知道了。这么好看，奶奶点个订阅吧。奶奶，你们都回吧，我今天累了，要早点歇着。二叔，今天多谢你了。谢我做什么？是多谢二叔愿意在从商的事情上替我说话。你能赚银子回来，自然是好事儿。只是你奶没有说错，他说的话你是要多往心里去的。从商这条路不好走，走不好可能一无所有。我也劝你还是要想清楚。二叔的面上冷冰冰的，可是沈天津知道，他心中是惦记着整个沈家。是，二叔。天津，你把赚的20两给了娘，你身上还剩银子了吗？剩下的几两银子准备置办一些衣裳。银子都要花到正地方，过几日夏收过去，地里的人手就空闲出来了。咱们这草屋子得修，去年冬天差点没过来。二叔不说，我心里头也有计较。修屋子的事情，过些日子就办。其实我心中跟娘一样，并不赞同你从商。不过，你既然坚持，就拿出点样子来。我今日也只是让你试试，不是帮你。你可明白？我都懂，二叔。我们天津长大了，试试就试试，咱们好好干，日后出息了，好好给那些怀你的人看看。娘，儿子肯定不会给你丢人的，日后也让你穿金戴银，风风光光。你小子才去县城几次，怎么学了个油嘴滑舌回来？对了，娘，你和三婶最近经常在一处。是啊，自从天水的身子越来越好，你三婶啊，她可与我越来越亲近了。点个订阅吧。整日说当初自己被猪油蒙心，还是得多谢你。提到这个，陈氏心中其实也挺自豪的。到底自己的儿子被夸赞，哪个当娘的不高兴呢？其实我有个想法，三婶的手艺好，我想让她在家门口搭个小摊子卖饺子。这是沈天津第一次把这个想法说出来。其实这事情在他心中已经酝酿了许久，现在时机成熟，他觉得正是应该施行的时候了。天津，你三婶做的东西，能有人愿意花银子来买吗？沈天津对这个是有信心的，他吃过柳柳和出来的馅，再加上三婶的饺子本来就包得一绝，这两样放在一起是肯定不缺销路。娘，我保证有人来买，只是三婶她愿不愿意做这个事情啊？真的？你要是问他愿不愿意，那他肯定是100个愿意。不说你帮了天水，你三婶心中一直想谢你，光说能赚银子，哪个还不愿意干呢？是能赚银子的，可也辛苦。有啥不能的？你三婶也是强手利脚的。再说了，这些天他还老跟我叨咕，说现在天水身子也好了，
不行他就出去给人做个工。说是这么些年都靠我们打点家中的事情，他心里过意不去。既然这样，要是这个事情定下来，还得请娘你帮我去跟三婶说说。这有啥难的，包在我身上就是了，你三人肯定愿意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老沈家的，老沈家的。沈天金在屋里跟陈氏说着话，就听见外面敲门声，两人互相看了一眼，出了屋就去开门。婶子，咋了？敲门敲得这么急？哎呦，这不是天津吗？你这是从县里回来了？婶子，你咋知道我们天津去县里了？哎呀，瞧你这话说的，咱们村现在谁不知道天津有匹马，还能往来村里和县里给咱们置办东西啊？村头的告示都贴出来了。告示？什么告示？等会儿你去瞧瞧。天津啊，明日你一早去县城，先买我的东西啊，我要红线绳儿。周婶子噼里啪啦的说了一通，最后才想起来问：天津啊，刚才我说的那些，你都记下了不？陈氏眉头一紧，都是些女人平日用的带的，还说的那么快，天津怎么记得住？她刚往前走2步，想着给儿子解围，就听到沈天津一样不差的将东西都重复了一遍。好小子，就这些东西，我算了算，这些大概要个50文，回头我再多给上5文钱，就对了吧？周婶子，我先收你30文定钱，到时候买回来东西多退少补。那可挺好啊，你这是还给我送到家里？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当然。还成，我家呀就在村南头，你知道的。沈天津点头。永山沟村一共也就100来户人家，都是从小就熟识的。沈大家的，你家天津啊，真是出息了，还能帮你干这样的正经营生，真不错。这通没头没脑的夸奖，陈氏也不知道怎么回，只是面上笑了笑。哎，那周婶子你慢走。谁呀？这么闹腾？小声点儿，人还没走远呢。天津，你周婶子说的告示是啥意思呀？前些日子去谢府接柳柳，刚好和徐礼正一起吃饭。他说日后往来村子到县城的买办都让我揽下，然后再从中收取银钱。今日估计是文书下来了，就在村头告示。啥？咋还有这么个事儿？天津，这都多少天了，你咋才跟我们说？事情一直没成，我就没想着说。哎呦，天津呐，你这孩子啥时候这么沉得住气啊？走走，咱们去村头看看。走，我也瞧瞧去。我回去看柳柳，待会儿他醒了身边没人，害怕了怎么办呀？爹娘，你们去看看就成了。成，咱俩去瞅瞅。2个人快步就出了门，到了村头，早就围了一大圈人。村里的乡亲大多都不识字，一旁站了个识字的老童生，专门负责给解答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往后啊，想要去县里面买卖东西的，都可以交给沈家的沈天金，让他代为进行买卖，所需或所得银钱的1成归天金所有，超过马匹承重的，要等每7日1次的牛车拉去县城。都明白了吗？那我们日后想吃县城的包子，是不是找他就能带回来了？没错，想吃包子的10文钱买2个，1文钱给人家跑腿，一共11文，回来的时候还是热乎的。啥？11文就能吃上县城的热乎包子了？哎呦，你不知道呢吧？前些日子都传开了，徐礼正啊，天天都找沈天金买油酥糖，听说半个时辰就给买回来了。那要是托他帮忙带东西呢？按照称重收银钱，轻的也就几文，重的呢要贵一些，这些你们直接找他问就成了。那感情好，日后取个书信，咱们就不用坐牛车去县城了，省下一整日呢。沈大和陈氏就在一旁听着，有些乡亲们高兴，说日后办事方便了，也有些乡亲们只是观望着看，觉得还是自己坐牛车去县城稳妥。2个人互相看了一眼，不管怎么说，他们家天金现在也算是给老沈家长脸了。大爹，明日让天金去县城买些肉馅和面，咱们包顿饺子，也给乡亲们送去些，这可是咱们沈家的大事儿啊。
对，好久也没遇见这种好事了。天津日后好好干，咱们沈家也算是出这头了。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夫妻俩高高兴兴的回了家，吃晚饭的时候，就将这消息也告诉了沈家的人。沈老太太虽说不喜欢沈天津从商，可到底已经答应他试试。再说现在李正都给下了文书发了告示，沈家也算是在乡亲面前露了脸。是个好事儿，明日多包些饺子，让乡亲们也都知道，往后多照顾天津。那咱们明儿啊，就先包上500个饺子。天津啊，明日去县城的时候，买上15斤的肉和7斤的面也就够了。那就辛苦三婶了。明日我帮你一起包。那成，有你帮忙啊，咱们小半天也就忙活完了。别光你们俩，老婆子我手还能动，明日我也来包。沈老太太开了口，其势自然也不会落下。她笑着看向林氏，三弟妹，咱们全家一起吧。都说人逢喜事精神爽，家中有了高兴的事，一家的气氛一下就热闹了起来。这是沈天津自打落水之后吃的最舒坦的一顿饭。沈天津，正是，找我有事。哈，我是皇府的小厮，这是我家老爷开的单子，上面所列物品，明日晌午前就要送到皇府。小厮担心沈天津不识字，又详细的说，这些都是要在飘香楼采买的，你将这东西直接给飘香楼的李大掌柜，他自然知道，这是5两银子的定金。点个订阅吧。知道这是个不小的活计，沈天津也是郑重收下。请代为转告黄老爷，明日一定在晌午前送到。有劳了。小厮见了个礼，很快就离开了。拿着单子，沈天津瞧了瞧上面的字，有些是认得的，有些能够猜出来，不过还有些实在是不认识。自己这半个文盲也不是长久之计，还是应该抽空学习识字才行。哪位是沈天津呢？在下就是。好，我乃是赵府的管家，这是家中少爷明日想要采买的笔墨，你直接去县城西铺的研磨坊，房主自然将东西交到你手上，这3两是定金。可着急？自然是越早越好。好。看了看手上的2张帖子，沈天津唯一的一个感觉就是没想到陇山沟村乡绅土豪竟然还不少。往日还真是他小瞧了大家的消费水平，这生意送上门的感觉真不错。大哥，你又赚到银子啦？是啊。知道这是个不小的活计，沈天津也是郑重收下。请代为转告黄老爷，明日一定在晌午前送到。有劳了。小厮见了个礼，很快就离开了。拿着单子，沈天津瞧了瞧上面的字，有些是认得的，有些能够猜出来，不过还有些实在是不认识。自己这半个文盲也不是长久之计，还是应该抽空学习识字才行。哪位是沈天津呢？在下就是。好，我乃是赵府的管家，这是家中少爷明日想要采买的笔墨，你直接去县城西铺的研磨坊，房主自然将东西交到你手上，这3两是定金。可着急？自然是越早越好。好。看了看手上的2张帖子，沈天津唯一的一个感觉就是没想到陇山沟村乡绅土豪竟然还不少。往日还真是他小瞧了大家的消费水平，这生意送上门的感觉真不错。大哥，你又赚到银子啦？是啊。大哥再赚些银子，给我家柳柳换一身衣裳，让你日后上私塾的时候也漂漂亮亮的，好不好？大哥，我们是要到秦姐姐家的铺子去做衣裳吗？柳柳想去哪家就去哪家，不过我们也可以再多走几家成衣店看看。大哥，柳柳想去秦姐姐家做衣裳，点个订阅吧。为什么呀？是因为觉得她救了你吗？不是啊，秦姐姐的手软软的，她的衣服也很好闻，有淡淡的花香味。沈柳柳说的话是有口无心，可这也更加印证了沈天津的推测，若是一般人家的秀女，如何做到双手细嫩柔软，更没有往衣服上熏香的习惯。不过说起来，沈天津也不在乎他们兄妹是什么身份，只要他们的确有本事，他就敢与他们合作。柳柳明日想吃什么？大哥去县城给你带回来。
大哥明日不能带我一同去县城吗？因为明日大哥有更重要的事情，需要柳柳亲自留下来完成呢。大哥，是只有柳柳能做的事吗？没错，明日咱们要请乡亲们吃饺子，你猜猜谁和的馅料最好吃？是我，刘婶子都夸我的馅料和的好吃。没错，明日啊，咱们送出去的饺子好不好吃，那就都要看我们柳柳了。没问题，柳柳一定能做到。还有一件事情，上次大哥说了，柳柳要保密的事情，还记得吗？知道，不能说我有饕餮舌头。明日呢，如果家里人问你为何会和馅料，你要说是刘婶子教你的。可是大哥，我跟刘婶子也有秘密，不能说是刘婶子教我的。那你就说你是在谢府学会的，这样既不算是撒谎，也不算是说出了秘密，怎么样？大哥，你好厉害呀！原来还可以这样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天机，我刚才跟你三婶商量，你让包的饺子要几个馅料，家中还有些面和菜，我们先收拾一下，等你买肉回来。今日和馅料就全交给我们柳柳如何？柳柳哪里会和馅料？若是往日家中吃就罢了，今日可是要送去给乡里乡亲的，你少胡闹。柳柳的馅料可是连谢府的刘婶子都夸赞，我吃过柳柳和馅的包子，比县里卖的还要好吃呢。你也没生病呀，怎么净说胡话？我说的是不是真的？让柳柳和上一次馅料，你不就知道了？只是包子和饺子的做法总有不同，一个要蒸，一个要煮，馅料也是有所区别的。说起这个，今早沈天金仔细琢磨了一番，若是日后真要摆小摊只是饺子一样，难免容易滞销，还是应该多几种样式。娘，我想吃蒸的饺子。蒸的？天静，你三婶儿也不会做蒸的饺子呀？三婶儿，很简单的，你就把饺子的皮擀得薄一些，口封的大一点，放在笼屉里面蒸就行了。三婶儿，你能蒸一些小包子吗？多小啊？就跟小饺子一样。跟饺子一样，你就干脆吃饺子就行了。你这孩子，现在咋还变得这么矫情？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娘，不是我口味独特，是村子里这么多人，那肯定是众口难调啊。日后，行，我到时候帮着你三婶一起忙活，你就别让柳柳瞎帮忙了。娘，柳柳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走了过来。我不是瞎帮忙，我是真的会做的很好吃的。你这丫头，你连馅料里面放什么都不知道，怎么做的好吃？馅料里面要放虾头煸炒出来的红油，还要放熬好的骨汤，肉要剁细，还要放好多种调料。这些你是咋知道的？还知道虾头能炒出红油呢？行啊你！说不定柳柳啊，真的在谢府学到了什么秘方呢。大嫂，要我说啊，咱们先让柳柳试试吧。她说的这种做法，我可从来都没有做过呢。到了后巷，便是第一次沈天金带着柳柳遇到飘香楼二掌柜的地方。他探头看去，竟还是那个二掌柜站在后门。掌柜的，这都过去多少时日了，我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开口说话的正是沈天金觉得熟悉的那个身影。他抬眼看了看，这才想起是当初的那个猎户。哎，你跟我说这些也没用啊！大掌柜现在是发了话，根本不让你的货进门呐。哼，真是半路上杀出来个挡路的。